每杀一个人，凶手都会提前给警察打电话。接下来我要杀的人叫柳如旭，今年40岁，是这座城市里声名显赫的女企业家。你们会亲眼看到她是如何被折磨而亡的。说完，凶手便挂断了电话。原来他是10年前那桩灭门惨案的唯一幸存者。重生归来第一件事就是杀掉所有仇人。老鼠们，颤抖吧！狩猎游戏开始了。此时，刑警队里队长钟海洋正反复播放着这段通话录音。先生，报假警恶作剧可是涉嫌。3天后是他们公司的股东大会，审判就在那一刻，而你们会帮我完成这件事。先生，有什么矛盾你可以通过合法途径解决。好了，言尽于此。柳如旭只是第一个，接下来狩猎游戏正式开始。听完录音后的钟海洋摘下耳麦，不能把这件事当成恶作剧。多年的职业经验让他有一个好习惯，就是不放过任何哪怕1/1000的可能性。所以队长，我们立刻定位刚才那通号码的地点，同时调查一下柳如旭最近的情况和人际关系，和谁曾经结怨。顿了一下，钟海洋看向2个年轻人，徐坤、蔡晓明，你们俩立刻去柳如旭家附近蹲点，没我的命令，暂时别轻举妄动。一番调查之后，最终目标锁定在了一处烂尾楼。当众人气喘吁吁地爬上30楼天台时，这里早已经空无一人，只有一个小皮箱子静静地躺在那儿。钟海洋戴上手套，按下了录音笔上的开关。哈哈哈哈！看来各位找到这里了。你们果然没让我失望。这样的话，游戏才有趣一些。再次重复一遍，柳如旭是第一个，但不是最后一个。那么现在，允许我剧透一下精彩部分。在柳如旭这件事中，你们将会成为我的帮凶。朋友们，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哈哈哈哈！在狂笑声中，录音戛然而止。天台上，众警员的脸色都沉了下来。这是赤裸裸的挑衅，警方怎么可能会成为他的帮凶呢？福岛市刑警队以钟海洋为首的一众警员们正坐在暖和的会议室里，讨论着关于柳如旭的案件。目前为止可以得出结论，这通电话很大概率不是恶作剧。神秘人很谨慎，他的一切行动轨迹似乎都是精心策划好的，没有在监控中留下任何的痕迹，也没有留下任何指纹。同时，烂尾楼上的脚印也早已经被大雪覆盖，无法详细辨认。钟海洋点了点头，看向一名年轻警员。根据 GPS 定位的过程，我们推测出神秘人采用的手机大概率为老式古董手机。这种手机通常没有 GPS， 难以实施准确的定位。至于录音笔，是市面上最常见的录音笔，光是网络销量就有几百万，我们无从排查来源。综上所述，这是一起有预谋的事件。虽然暂时还没发生什么，但神秘人很有可能会对柳如旭实施不法侵害。柳如旭的人际关系呢？最近一段时间内，或者说近些年，都和谁有过恩怨？老大，说起来你可能不信，近些年柳如旭并未和任何人结怨。看来事情有些棘手。老大，我始终不理解，为什么神秘人要打电话给我们？挑衅或者其他的目的，或许这家伙有强烈的反社会型人格。他说的十分笃定，只是不知为何，钟海洋脑海里闪过录音笔中的那句话：你们将成为我的帮凶。一股不好的预感开始在他心里逐渐的蔓延，晕染开来。不能等了，神秘人的时间说不定是在误导我们，我们不能被他牵着鼻子走。立刻开始行动，大规模排查柳如旭的人际关系，同时暗中调查如旭公司的所有人员，看看谁和他有利益冲突。小李随时待命，如果再接到神秘人的电话，第一时间通知我。徐坤、蔡晓明，你们2个和我一起去找柳如旭。是。沈峰独自坐在灯光昏暗的休息室内，身影显得孤独而冷酷。观众们和演员们应该已经入场了呢，希望这场演出你不会让我失望。我的复仇很快就要开始了，让我们一起感受这场狂欢吧！嘿嘿嘿。他将带有柳如旭名字的那一页日记撕掉，用打火机点燃。与此同时，警察也找到了柳如旭。什么？有人要杀我？豪华的别墅内，柳如旭错愕地看着眼前的钟海洋。柳如旭虽已年届40，却保养得宜，看上去宛如30岁不到的女子。没错，所以柳小姐，现在我需要知道，最近一段时间你曾经和谁结怨过？钟警官，你也知道，我们做生意的，要说结怨，可能3天3夜都说不完。那在公司里呢，可曾与人有过嫌隙？电话里的神秘人说过，会在股东大会上杀死柳如旭。按照常理来说，很有可能是公司的人。我真的不知道，公司里我和大家的关系都算不错。如果你死了，谁是既得利者？说到既得利者，其实有很多，但我相信不会有人这么做。柳小姐，这件事情不是儿戏，为了你的生命安全，我们必须有所行动。钟警官，需要我怎么配合你们？为了确保你的安全，最好的建议是暂停股东大会，我们也将会对贵公司一些可疑的人进行询问。暂停？这很难。钟警官，不瞒你说，虽然我是总裁，但公司不是我的一言堂。这样的话，只能采取另一种办法了。3天后的股东大会，希望柳小姐应允我的到场，毕竟这可能关乎到你的生命安全。可就在这一瞬间，他的脑海中突然想到了某件事情，他心底某个不为人知的角落悄悄颤动了一下。我明白了，钟警官，这件事麻烦你们了。
时间很快来到了3天后，钟海洋已经早早的来到了会议室之外。为了确保会议的安全，每一位股东在进入会议室前都要经过严格的检查。这是干什么？搞得这么紧张兮兮的。抱歉，为了确保会议的顺利进行和大家的安全，这些检查是必要的。好吧，真是麻烦。尽管股东们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柳如絮的严肃态度和警方的如此模式的行动让他们意识到，今天的会议可能不简单。会议室里，柳如絮和各个股东纷纷落座，钟海洋也跟了进来。众人心思各异，但脸色却都不太好看。交头接耳一阵后，众人渐渐安静下来。这不知道是哪个家伙在捣乱，给我们大家带来这么多麻烦。刘总，我们坚决支持你。就是，不管是谁敢在这个时候找麻烦，我们绝不答应。刘总别担心，你还有我们呢，我们和公司共进退。柳如絮愣住了，他看着这些平日里或严肃或精明的股东们，此刻坚定地站在自己这边，心中涌起一股暖流。谢谢大家，有你们在，我很感动。我相信，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能一起度过。然而话音刚落，会议室的大屏幕突然闪烁了几下，紧跟着传来一个扭曲的笑声。然而会议室里的股东们顿时一片哗然，惊恐和疑惑写在每个人的脸上。这是谁？什么情况？眼神敏锐的队长钟海洋一眼就看到了沈峰手里拿着类似遥控器的东西。快，立刻联系老家，想办法锁定他的位置，他手里可能有遥控炸弹。所谓的老家是大多数刑警们的黑话，指的就是总部的意思。明白。紧张的气氛好像一下子蔓延到了整层楼。大家别那么紧张嘛，哈哈哈。今天我和大家见面，主要是想玩一个游戏，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游戏。柳如絮，沈峰的声音微微有些嘶哑。你是一个背叛者，背叛者理应受到背叛，所以今天的游戏主角是你。说着，沈峰拿起一个东西，在屏幕面前晃了晃。当看到炸弹的时候，所有人同时被吓得倒吸一口凉气。杂物室，他在杂物室，是杂物室，那个人。炸弹在我们隔壁，众人的心中仿佛一下子被点燃了恐惧的火焰，所有人的身上同时遍布密密麻麻的冷汗。与此同时，钟海洋立刻指挥手势，联系防暴部队包围杂物室。他知道自己面对的很可能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犯罪分子，而是一个可能随时引爆炸弹的疯子。这个神秘人莫非真是一个疯子？就算杀了柳如絮，他在杂物室内怎么离开呢？你的位置已经暴露了，趁着还没有造成不可挽回的结果，结束这场闹剧吧。不，游戏才刚刚开始，哪有结束的道理呢？好了。接下来我要宣布游戏规则了，很简单，想要阻止我引爆炸弹，只有一个途径，3分钟之内，请柳小姐用随便什么东西划自己的脸，否则我就会引爆炸弹。当沈峰提出那个极端的游戏规则后，会议室里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这家伙到底是什么人？他有毛病吗？刘总怎么可能答应这样的要求？这简直是丧心病狂！计时开始了哦！沈峰笑眯眯的透过屏幕看着所有人截然不同的表情，而柳如絮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她紧紧咬着嘴唇，妙曼的身体微微颤抖着。果然是个疯子。钟海洋的大脑飞速运转，思考着应对之策。他不能让柳如絮受到伤害，也不能让炸弹爆炸危及众人的生命。随时准备行动，一旦有机会，立刻冲进去制服他。这家伙，我们不能任由他摆布。30秒过去了哦，忘了说了，我针对的是柳如絮哦，只要他乖乖听话。就万事大吉哦！话音落在众人耳朵里，刺得人耳膜生疼。现在似乎决定权在柳如絮手上，时间仿佛变得无比漫长，每一秒钟都像是在煎熬。刘总，我们大家一直都很信任你，但是你不能让我们大家跟着你冒险。你什么意思啊？刘总，也许你应该按照那个人的要求做。会议室里的气氛变得更加紧张，其他人也开始窃窃私语，没有愿意被拖累。哪怕前一秒他们还在向柳如絮效忠。1分钟过去了哦。沈峰笑得愈发兴奋，还拿起炸弹在屏幕前晃了晃。终于，狼群要开始进攻了。是啊，刘总，只是。刘总，我们一定会请最好的医生帮你治疗，你就答应了吧。钟海洋看着众人的反应，心中微微一沉。这个神秘人是个十分会玩弄人心的家伙。其实从踏入会议室开始，钟海洋就陷入了电车难题中。大家冷静下来，不要被恐惧冲昏了头脑。你当然可以站着说话不腰疼，我们呢？柳如絮，别拖累大家。1分30秒过去了，时间已经过半了哦。这句话如同重锤一般，狠狠敲击在众人心上。由于有了人带头，其他人的态度也瞬间转变。柳如絮，你别自私，你想拖累大家吗？按他说的做，你这个贱人，你想害死我们吗？会议室里的众人如同疯狂的野兽，不断地逼迫着柳如絮。他们的话语如同一把把尖锐的匕首，狠狠地刺向柳如絮的内心。柳如絮，你别再犹豫了。都是你惹的祸，你想让我们都为你的固执陪葬吗？柳如絮目光恍惚，她的心在这一声声的逼迫中逐渐崩溃，曾经的风光与尊严在这一刻荡然无存，绝望如潮水般将她淹没。倒计时40秒，时间差不多了。快点，你这个贱人，你想要我们给你陪葬吗？我做鬼都不放过你。在众人的逼迫下，柳如絮疯狂嚎叫起来，就如沈峰设想的一样，生死、逼迫、
让他已经行走在了崩溃边缘。刘总，不要！蔡小明冲过去，可他刚伸出手，就被公司其他股东拦下了。你干什么？凭什么要断了我们所有人的生路？让开呀！5、4、3、2。说着，柳如絮在绝望之中高高举起手中的瓷片。我受不了了，这场闹剧该结束了。说着，情绪崩溃的柳如絮直接举起瓷片划向了脖子。别住手啊！然而，等钟海洋冲上去的时候，已经为时已晚。柳如絮已经凉得不能再凉了。就在1个小时前，沈峰给警察打了电话，扬言要当着警察的面杀了柳如絮。面对警察的层层保护，然而意外还是发生了。看来没得玩了呢。我是个遵守规则的人，现在所有人都可以离开，包括你们这些警察。一听这话，前一秒还在绝望中痛哭的股东们，下一秒却同时忘记了哭泣，争先恐后的跑了出去。只是短短几秒钟，偌大的会议室里就只剩下钟海洋几人和满地的狼藉。我不会走，我会抓住你。看来你很有信心呢。你已经没有退路了，杂物室只有一个门。钟海洋的声音冷静的出奇，他们的人已经包围了杂物室。哈哈哈，那就再来较量一场，就看你们能不能抓到我。话音落下，会议室的大屏幕突然一下熄灭。钟海洋心中一紧，他立刻意识到神秘人可能要有下一步动作。小飞守在这里，其他人跟着我。说着便带队冲向了杂物室。此时，杂物室门口紧张的气氛如同厚重的乌云笼罩着每一个人。行动！随着指挥官一声令下，专业部队以雷霆之势破门而入，众人如潮水般涌入杂物室。然而，当他们冲进去的那一刻，所有人都愣住了。什么？这不可能！所有人全都停下脚步，直愣愣地看着杂物室，每个人的眼神里都充满了惊骇。这是怎么做到的？明明几分钟前那个神秘人还在杂物室和我们通话呢，而杂物室没有窗子，也没有其他出口，只有这一个门。半个小时后，大楼外围观的人群看着钟海洋他们脸色阴沉地走出来，议论声顿时四起。看他们这模样，没成功。到底发生了啥呀？罪犯抓到了吗？人群中的沈峰冷冷地看着这一切，他微微眯起眼神中满是戏谑，仿佛在欣赏自己的杰作。现在是1比0。话音刚落，沈峰便背对着人群离开。与此同时，上面怒了，直接成立了专案组，案件代号面具。此时的专案组的办公室里，钟海洋和队员们围坐在一起，神色严肃。从目前已知的所有信息来看，面具男具有强烈的反社会型人格，拥有一定的黑客技术，对于大厦内部构造相当熟悉，同时行事缜密，善于拿捏人性。在场的众人脸色都不太好看，尤其身为队长的钟海洋，更是觉得自己遭遇了奇耻大辱。咱们也不能就这样被他牵着鼻子走，肯定有还没发现的线索。大家说的对，我们不能被他的表象所迷惑，他再狡猾也一定会留下蛛丝马迹。而且根据面具男的话，我们可以推断出柳如絮绝对不是最后一个受害者。队员们纷纷点头，开始各抒己见，大家激烈的讨论着。尽管目前还没有找到关键线索，就在众人分析案情之时，接线员匆匆忙忙的跑来了，又接到神秘人的电话了。这句话如同惊雷一般，让办公室里的所有人瞬间紧张起来。钟海洋眼神一凛，立刻站起身来，朝着门外走去。你好啊，不要！你有何目的？复仇，我是从地狱归来的复仇者。钟海洋眉头紧锁，同时向身边下属示意立刻进行定位。你要向谁复仇？他们做过何事？这就得看你们能否查出来了。游戏嘛，总归要有些挑战性，不是吗？你打来电话究竟有何目的？自然是宣布第二场游戏。沈峰面带微笑，语速不紧不慢，犹如吟游诗人低吟浅唱。我的第二个猎物吴军。什么？你是说那个吴军？别怀疑，就是那个大家都知道的大正鱼呀，吴军。怎么样，警官先生，是不是热血沸腾起来了？哈哈哈哈！疯子！沈峰毫不在意，接着说道：“我会在1周之后取走吴军性命。来攻，你们来守。从这一刻，游戏开始。”说完，沈峰带着神经质的笑意挂断了电话，随后将 SIM 卡取出丢弃。吴军，你是第二个，全都要死，全都要死！根据通话讯号的定位，警方之后也来到了滨河边。只是由于沈峰使用的是老式按键手机，加上销毁了 SIM 卡，因此定位起来相对困难。当警方赶到时，自然扑了个空。此时，专案组办公室内，吴军48岁，是我市知名的教育家。8年前，一手创办了郁金香学院，其学员声称可以帮助孩子戒除种种不良嗜好。简单的介绍完了吴军之后，钟海洋看向众人，说说大家都有什么看法吧。首先，这次面具男给的信息很模糊啊，他只说在某个时间段内杀死吴军，不过时间根本无法确定。面具男十分狡猾，就算他吐露给我们什么信息，能否相信还是个未知数。我觉得我们一方面想办法保护吴军，同时也不能放弃柳如絮案的调查。可是作案动机呢？面具男为什么要杀吴军？钟海洋的瞳孔突然微微一动。老大，你想到什么了？大家还记得面具男称呼柳如絮为背叛者吗？所以面具男的行为是复仇，是仇杀。柳如絮如此，或许吴军也是如此。钟海洋的语速越来越快，众人的眼前瞬间亮了起来。也就是说，如果假设成立，吴军和柳如絮或许存在某种联系。
没错，如果一切推断成立，那么吴军和柳如絮很可能在某件事中和柳如絮一起成为了面具男的仇人。所以接下来，只要我们搞清楚这件事究竟是什么，或许就可以反向推理出面具男的身份。钟海洋越说越激动，似乎真相就在眼前了。老大，这一次我们怎么不知？今天的耻辱必须加倍奉还。蔡小明脾气火爆，风风火火。今天的事对于他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一群警察被一个犯罪分子耍得团团转，最后眼睁睁看着柳如絮死在面前。蔡小明可忍不了。冷静点，你是警察，别让情绪左右你的判断。蔡小明闻言动作一僵，悻然地点了点头。接下来兵分几路，李海继续分析柳如絮案，暗中严查走访，调查可疑员工以及他们的人际关系。小赵和小虎暗中调查吴军是否有过不为人知的违法犯罪记录和人际关系。徐坤、蔡小明继续蹲点，一有情况立刻汇报，我会尽快联系吴军，说明情况，其他人随时待命。是。明明是教书育人的学校，可背地里却是当地最大黑恶势力聚集地。以前或许你们都是家里的问题少年，但来了郁金香学院，是龙的盘着，是虎的卧着。谁要是敢不听话，直接棍棒伺候。此时，台下的学生们一个个低着头，仔细看不难发现每个人都鼻青脸肿，显然曾经遭受过非人虐待。很好，看来经过一学期的调教，大家都温顺了许多。就在校长吴军侃侃而谈的时候，一批警察找上了门。你就是吴军吧？我们找你有事。一番了解之后，吴军顿时慌了。钟警官，我真的不知道我得罪了谁。这么多年我一直兢兢业业的办学校，我能得罪谁啊？吴先生，这件事关乎到你的生命安全，马虎不得。之前柳如絮小姐已经被这个罪犯害死了，你知道吗？钟海洋本想炸一炸吴军，可吴军的眼神里除了表现出一丝惊讶之外，竟完全没有可疑的情绪。柳如絮就是那个女总裁吧？吴先生，你不认识她？柳如絮，我真的不认识，甚至就连见面都没见过。我知道你们是想调查，但我真不认识她。看着并不像是在撒谎的吴军，钟海洋内心有些沮丧。或许是吴军也意识到自己的语气有些重了，缓和了一下语气。话说回来，钟警官对我的死亡威胁，警方打算如何处理？这几天，警方会在吴先生你所经过的各个路段布置大量的便衣警察，确保你的安全，同时抓住罪犯。这一次，钟海洋打算来个请君入瓮。钟警官，你们这是？那我的生命安全？你放心，整条街道上都是我们安排的便衣，远处还有狙击手，会全方位保证你的安全。好的，我相信你。钟海洋伸出手，和吴军握了握手。这一次我不会再输了。突然，一阵手机铃声响起，钟海洋拿出手机接通了电话。喂，什么？好，我现在立刻过去。老大，咱们要去哪里？老家根据之前的信号定位到了一个位置，很可能是面具男所在的位置。众人一愣，随后全都眼前一亮。真的？那太好了，这次一定要抓住那个家伙。很快，钟海洋一行人便抵达了目的地。只见钟海洋取出配枪，检查一番，深吸一口气，全体都有，做好准备，破门而入。是。然而等钟海洋等人冲进房间后，全都愣住了。什么？这？只见杂物室内空无一人，并且呈现在众人眼前的是和那天的杂物室几乎一模一样的景象。炸弹是假的，而面具男也根本不在杂物室，他在这里，一直都在这里，远程操控着局势，误导所有人。众人全都倒吸了一口气，一时之间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他妈的，真他妈狡猾！我们的出现，真的，一切都被他算计好了。钟海洋心中一惊，他看着全无斗志的众人，甚至开始下意识的怀疑，这个地方是不是面具男故意暴露的？大家振作一点，虽然我们被耍了，但发现这里也是我们的收获。这世界上不可能有纸包得住火，只要有线索，我们就一定能顺藤摸瓜，抓到那个疯子。钟海洋的话让众人稍稍回过神来。老大说的没错，大家别气馁，发现这个地方对我们来说是好事。没有不透风的墙，立刻开始调查这屋子的主人以及是否出租过，有过哪些租客，同时仔细调查这间屋子，看看能否提取到指纹和 DNA， 严查周边的所有监控，锁定任何可疑的人。其他警员们也纷纷回过神来，有的联系老家，有的开始在房间里四处搜索，希望能发现一些有用的线索。然而什么也没搜出来。2个小时后，专案组的办公室里，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来。老大，我们查到那间房子的房主已经出国好几年了，房子一直荒废着，并且也没有提取到我们想要的指纹和 DNA。从现场的情况来看，就和老大分析的一样，我们中计了，他早就料到我们会找到那里，故意在这等着我们呢。众人听后脸色更加阴沉。上面不是派了专家来协助破案吗？什么时候到？最晚明天下午。现场那边怎么样了？我们安排了大量警力，在关键位置安排了2个狙击手，同时也给了吴军一套防弹服。
我就不信，在我们的重重包围、天罗地网下，还能让他跑了。就在这时，警员王倩从外面匆匆走进来，神色焦急。中队又有麻烦了，吴军的一些行为在网络上被曝光了，现在舆论对他很不利。钟海洋接过手机，看着屏幕上的信息，脸色变得凝重起来。起因是吴军学校被爆出一系列丑闻，已经冲上了热搜榜1。这吴军看不出来啊，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这个人渣。此时钟海洋神色凝重了起来，一股不好的预感笼罩心头。这一切来得太巧了。安排人密切关注网络动态，尽量控制舆论走向。另外，通知所有潜伏的同事，仔细关注周边动向，不能让学生家长参与进来，打乱我们的计划。从这一刻开始，每个人给我打起12分的精神。钟海洋是一个敏锐的人，从看到帖子的那一刻开始，他就明白这件事背后绝不简单。第二天一早，酒店的天台，沈峰掏出微型望远镜，正仔细观察街道对面郁金香学院周边的动向。这么多便衣警察，看来那大家都到场了呢。不过，就算警察来了又能怎样？我宣布第2场狩猎游戏正式开始了。随后，沈峰收好望远镜，转身下楼。吴军，你这个王八蛋，你害我女儿命来！你个王八蛋，你算什么教育家？你还我儿子命！我的孩子在你学校被虐待，今天你不给我们一个说法，这事不算完。此时潜伏在4周的便衣警察全都慌了，他们今天的任务是保护吴军不被凶杀杀害，可突如其来的家长人潮直接覆盖了他们。各单位注意，现场出现大批家长，情况有变，绝不能让任何家长接近吴军。一些家长开始推搡便衣，嘴里不停地骂着：“滚开！你们是不是和他一伙的？为什么要拦着我们？来人啊，欺负老百姓了！”此时的刑警队队长钟海洋意识到情况彻底不妙，立刻吩咐了起来：“情况不对，立刻把吴军送去安全的地方。”人群后面的吴军在一名便衣警察的护送下，开始往安全地带撤退。眼看着家长人群越来越大，马上就要突破便衣警察的防线了。妈的，怎么办？突然，一辆车快速地停在了他的身边。吴先生，情况紧急，这里太危险了，你赶紧跟我们先去警局。吴军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快速打开车门上车。其他的便衣也默契地再次组成一道人墙。车门刚刚关上，就有几块石头砸在了车上，发出砰砰的响声。吴先生，坐稳了。车子迅速启动，在一片混乱中朝着街道方向疾驰而去。不久后，因为当事人吴军的离去，学院门口的动乱逐渐平息下来。吴军现在送到了没有？没有啊，中队，你叫人送吴军回来了吗？钟海洋心中咯噔一声，脸色瞬间变了。糟了！钟海洋立刻拨打吴军的电话，然而无人接听。钟海洋的脑海中闪过各种不好的念头。中计了！全体注意，立刻把刚才闹事的那些家长，尤其是领头的那一男一女，先带回局里做调查，绝不能放这2个人离开。同时，他又立刻联系交警部门，语气急促：“我是刑警队钟海洋，现在有紧急情况，你们可以立刻打给市刑警队核实我的身份，请立刻帮我调取郁金香学院附近街道的监控。”定位一辆刚刚从郁金香门学院门口离开的车，车型是007，车牌号码不清楚，尽快给我结果。他紧握着方向盘，手指因为用力而泛白，关节处凸起，仿佛要把方向盘捏碎，额头上冒出了细密的汗珠，顺着脸颊滑落。该死，该死！老大，到底怎么回事？我们可能又被那个面具男耍了。他一边开车，一边在脑海中快速思考着各种可能的情况。此时的他只希望能尽快找到那辆车，阻止可能发生的危险。另一边，吴军坐在副驾驶上，显得有些惊魂未定。这不对劲，这条路走错了吧？怎么越走越偏？吴先生，我们这么去不安全，所以带你绕一条路。吴军将信将疑地点了点头。这些家长真是越来越无法无天了。等这件事解决了，我一定要……吴军突然意识到身旁有人，连忙一改口：“我一定要告他们。”开车的人只是笑了笑，没有回答。你说，那个扮演杀手的人会不会隐藏在刚才的那些家长里？此前由于情况紧急，吴军没来得及细想，但现在这么一复盘，只把吴军惊出了一身冷汗。如果那个人真的隐藏在家长里，那真是让人防不胜防。应该不会，至少我觉得不会吧。过了几分钟，车子缓缓停下，这里四周很是荒凉，周围没有什么行人。吴军愣了一下，心中涌起一股不安。你把我拉到这里干什么？吴军先生，你还记得当年的沈家吗？吴军微微一愣，但下一秒，他好像立刻想到了什么，心里轰的一声，双眼猛然瞪大。你不是？答对了，但是没有奖励，我是沈家的人。吴军没有丝毫犹豫，转过身就要开门下车，逃离这个危险的地方。与此同时，根据传来的定位信息，钟海洋也驱车抵达了现场。行动！下车的一瞬间，每个人都拔出手枪。当他们走到车前时，钟海洋透过车窗往里一看，悬着的心顿时沉入谷底。该死！此时，刺鼻的血腥味扑面而来。副驾驶上躺着一具被割喉的尸体，驾驶位的座椅上还放着一只和之前一模一样的一次性录音。还是来晚了。钟海洋取出录音，按下了播放键盘。3天后，下次将会是3天后哦。看看下一次将会以什么方式开启游戏呢？让我们共同等待那一刻吧。
沈风的声音在空旷的荒野中回荡，伴随着呼啸的风声，仿佛是来自地狱的诅咒。钟海洋等人听着这些话，心中的怒火被点燃。如此猖狂的对手，他们还是第一次看到。老大，咱们还有最后一条线索。老大说的是那几个带头的家长。没错，如果他们真的是被面具男引来的，或许可以从他们那里得到一些有用的线索。他拿起对讲机，声音沙哑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命令口吻。指挥中心，这里是钟海洋，现在依据尸体确认是之前被保护的对象吴军。2个小时后，专案组办公室中，上面派遣的2位破案专家也来了。经过一番调查和分析，最终把嫌疑犯目标锁定在25至45之间，并且还是10年间家庭出现重大变故的，身高175至180。然而经过好几天的调查，最终还是没有头绪。1周后，整座城市下起了暴风雪，可专案组办公室内依旧灯火通明。这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大家别急嘛，暴雪天和谋杀更般配，那家伙肯定不会放弃这么好的机会的。大家辛苦一些吧，在这场交锋中，我们处于劣势阶。钟海洋的话还没说完，办公室的门突然被人推开。中队，面具男打电话来了。很快，钟海洋接起了电话。喂，诸位晚上好啊！你又要开始了。废话不多说，这次我要杀的叫胡德林，住在雨落街35号。不用担心住址，我是个遵守游戏规则的人。时间不多了，我将会在40分钟后动手，就看这场游戏你们能不能赢了。混蛋，你！然而不等钟海洋说完，沈峰就已经挂断了电话。钟海洋握着话筒的指关节都已经有些泛白。根据刚才的电话，尽快锁定面具男的信号源，专案组所有外勤成员全部出动。白天他是救死扶伤的医生，可到了晚上，他却化身凶狠残暴的杀人犯，甚至就连每次杀人前都会提前给警察打去了电话。喂，阿 Sir， 接下来我要杀的第3个人是胡德林，你们准备好接招了吗？只因他是10年前那桩灭门惨案中的唯一幸存者，重生归来第一件事就是当着警察的面杀掉所有仇人。挂完电话后，沈峰打开了房门，第3场狩猎游戏开始了。随后便潜入了黑夜中。而另外一边的专案组办公室中，刑警队队长钟海洋深吸一口气，面具男的第3次猎杀开始了。根据刚才的电话，给我尽快锁定面具男的信号源，专案组所有外勤成员全部出动。此时，作为始作俑者的沈峰正拨通着胡德林的电话。谁特么的给老子打电话？胡德林的表情有些癫狂。没错，他是个实实在在的女子。你这个蠢货，活腻了是吧？不等胡德林开口，沈峰就继续道：“你在我们这马妖的事情暴露了，现在我收到风，警察已经去抓你了。”傻，抓我来了！胡德林的身体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他知道自己可不仅仅只是购买药物，这些年来犯过的案子大小不计其数，更何况10年前他还帮人抛尸。别废话，想活命就赶紧穿上衣服，趁着警察没来之前赶紧跑路。沈峰知道胡德林的大脑因为长期注射药物已经有些迟钝了，因此他没有给胡德林思考的机会。要不然你被抓了这辈子都别想出来了。我明白。此时的胡德林并不知道，他已经渐渐地落入了沈峰的圈套。简单来说，就是胡德林家周围一共有3条大路，而沈峰就是要营造出3条路都有警察的假象，最后在仅有的一条小路上的2棵树上绑上了钢线。一旦胡德林快速通过，就会被钢线切得身首异处。逃出来之后，立刻到老地方见面，我们会安排你去其他城市。果然，电话那头的胡德林冷笑一声：“你们会这么好心？我看杀我灭口还是真的吧，毕竟我可是帮你们运送过那些玩意儿。”沈峰满意的笑了，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你爱信不信，反正警察马上就来了，你不信就等死吧。好了，别特么废话了。说话间，胡德林已经穿好了衣服鞋子，往窗下一看，到处都是警车的灯光。实际上，这些灯光都是沈峰买的 LED 灯，目的就是为了以假乱真。走，一定不能被抓住。可是眼前的3条路都被警方堵得死死的，就像3道无法逾越的天堑，该怎么办？他立刻想到了还有一条荒芜的小路。胡德林不再犹豫，像一头发狂的野兽般推门而出，随后骑上摩托车，顶着暴风雪疾驰而去。与此同时，几辆警车在暴雪弥漫的街道上前行。老大，胡德林的电话打不通，继续打，设法联系上他。徐坤一边拨出胡德林的电话，一边道：“这家伙故意选在暴雪天，一定有其他的阴谋。他想利用天气干扰我们。至于其他的，敌暗我明，我们现在根本不清楚。会不会他想声东击西，比如故意引我们去胡德林那儿，实际目标是别处？有这可能，但即便如此，我们也必须去，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他具体的安排，这是我们唯一的选择。”就在这时，钟海洋电话响了。钟海洋随手一划，接着打开了谜题。我是钟海洋，有什么新发现？中队，我们已经成功定位了面具男的信号源，在哪里？花城路，就在你们赶往胡德林家那条路的右边。信号源一动不动，我立刻把定位发给你。挂了电话之后，很快钟海洋就收到了王骗发来的地址，他立刻把手机扔给后座的一个警员，
把这个定位发给所有同事，让小虎那辆车前往花城路，追踪信号源。中队，如果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信号这么快被追踪到，定有蹊跷，说不定是调虎离山。但信号源就在那，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坐视不理，哪怕是火海刀山也得闯。我明白了。不多时，漫天暴雪中的警车队伍就分出了2辆车，朝着另一端，也就是花城路驶去。目标：面具男的信号源。疯子，我一定会亲手抓住你。另一边，沈峰在听到电话里一声发动机的轰鸣后，就知道自己的计划已经成功了一半。胡德林逃出去了。放心，由于风雪太大，他只能扯着嗓子吼，伴随着呼啸的风声和发动机的声音，听起来杂乱无比。你到底是谁？你什么意思啊？你不是商人。所谓的商人，是他们这个群体之间的一种黑话，指代的就是面粉老哥。从房间离开，骑上摩托车，此时的胡德林已经逐渐冷静了一点。一个商人怎么可能知道这么多？就算他知道了，又怎么可能亲自给自己打电话，安排他逃跑？你到底是谁？当年的那件事情，我肯定烂在肚子里，别再打我的主意。胡德林暗暗庆幸自己没有打算去那个老地方，否则就上当。我是谁不重要，但你守口如瓶对我很重要。哈哈哈，我知道了，你是……胡德林的话没说完，沈峰的对讲机里突然传来一声巨响，只见另外一边的胡德林正好走到了沈峰的陷境处，直接伸手一触。看来你的话没有说完呢，不过没机会了，哈哈哈哈哈。与此同时，小虎也按照钟海洋的命令到达了定位地点，他立刻下车，在四周搜索起来。明明小区监控完善，可隔壁邻居却离奇遇害。然而警察用尽所有手段都找不出任何关于凶手的痕迹，现场只留下一具烧焦的尸体。就在警察一筹莫展之际，凶手却主动拨通了警局电话。阿 Sir， 这是第5起杀人案件了，接下来你们准备迎接第6起吧。你到底要作恶到什么时候？收手吧，面具男。然而沈峰却嗤之以鼻，自顾自继续发言。听好了，从现在开始，我会让你们亲眼看到什么叫真正的完美犯罪。祝你们好运。没等钟海洋开枪，电话就被挂断了。该死！这么精彩的剧情最适合在家边运动边看了。说起运动，就离不开一双好的鞋子。想要确认自己的鞋子是否正品，这时候就推荐得物 APP 的专业鉴别功能，只需上传图片，最快几分钟出鉴别报告。得物鉴别团队已经累计鉴别超6亿次，覆盖鞋服、箱包、美妆、手表、玉石珠宝、酒水、宠物等19个品类，专业可靠。快点我评论区链接试试吧。不能再继续坐以待毙下去了，必须主动出击了。就在2天前，沈峰成功的潜入何春鹏的别墅，当着警察的面实施了第4场狩猎行动。随即他是如何在警察包围下杀害何春鹏并完美脱身的谜底也揭开了。原来是这样，该死的，我们都被面具男欺骗了。后知后觉的钟海洋瞥了眼墙壁上的挂钟后，顿时也明白了过来。到底啥意思呀？整栋别墅都被我们的人包围了，面具男是怎么能做到在我们的眼皮底下杀人的？我们都被挂钟误导了时间。听完钟海洋的解释后，众人这才恍然大悟。我明白了，墙上的挂钟被面具男调快了10分钟，这就说明10点40为什么迟迟没看到面具男动手。不是他怕了，而是当时时间还没到40。那我明明看到了何春鹏从地下室出来，进了卫生间，难道是我眼花了？不，你并没有眼花，你看到的其实不是何春鹏，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面具男假扮的。所以，真的何春鹏早在进入地下室的时候，就已经被提前躲藏在里面的面具男杀害了。没错，就是这样。此时的蔡晓明捏紧了拳头。好狡猾的面具男，他难道就不怕我们看手机时间吗？他怕，但他还是愿意赌，并且赌赢了，这很符合他喜欢玩刺激的心理。与此同时，作为事件始作俑者的沈峰已经回到了家里，正计划着第5起完美犯罪。如果继续有我露头的话，很容易就被发现了，这样游戏就太无趣了。接下来还要更加混乱才行。沈峰喃喃低语，带着一丝戏谑。那就组建一支由我为主导的地狱仇杀队吧。说完，沈峰潜入了黑夜，来到了一处老旧住宅门口。小雨，爸对不起你，别急，很快爸就帮你报仇，爸一定会让那个人扎下地狱，他不得好死。忽然一阵脚步声响起。你是？我是能帮你的人。沈峰知道刘震有着和他一样的仇人，上一世刘震的女儿被洋人蹂躏致死，却无法讨回公道，恰好那个洋人卡尔也是沈峰的仇人。你到底是什么人？你有没有听说过面具杀人魔？足足又是过了好半晌，刘震才问：你打算怎么帮我？几天后按照我的要求做，我不仅会让你如愿以偿，还会上演宗真正的完美犯罪。沈峰的前几次作案虽然手法巧妙，但距离真正的完杀还有一定差距，而这一次他要追上差距，上演一出真正的完美。完美布局的第1步已然完成，接下来轮到另一位关键的演员登场了。话音刚落，沈峰拨通了一则电话。明明是限速40迈的市区，可外国洋人却当着交警的面开到了450迈。下等人的法律还妄想管我高等的程度王子，真异想天开。说着，卡尔一脚踩下油门，直接撞向斑马线上的行人。去死吧，蠢笨的下等人！然而意外的一幕发生了，只见原本还在斑马线上的行人消失了，下一刻出现在了副驾驶。你想要什么？减码，我可以给你。别废话，前方路口右转，按照我的指示开车，否则
我立刻杀了你！神秘人手上微微用力，锋利的匕首微微刺入卡尔的皮肤，渗出鲜血。卡尔无奈，只能听话照做。与此同时，另外一边的沈峰来到了街边。不出意外的话，卡尔应该被刘震带走了，我也该行动了。话毕，拨通了警局电话。各位，好久不见，早上好啊！钟海洋对着旁边负责定位的技术人员使了个眼色。你又想玩什么花样？我只是来通知你们一声。卡尔，男，39岁，现为糖果天使公司经理。一旁的徐坤听到卡尔这个名字，身体微微一愣，脸上露出一丝惊愕。今天他才看到卡尔蹂躏18岁少女致死的新闻。不过你们的时间不多了。混蛋，你到底要干什么？然而回应的只有嘟嘟嘟的挂断声。中队已经定位了，他正在惠民早市的中心街道。兵分2路出发，一路前往早市，一路联系卡尔，绝不能让他在我们眼皮底下行凶。是。众人答应一声，纷纷准备行动。然而徐坤却面色纠结地站在原地，却并没有想要行动的意思。徐坤，你发什么呆？老大，我们真的要保护卡尔那个人渣吗？此时的众人谁也没想到，日后的徐坤也加入了沈峰的复仇者联盟。就算卡尔再怎么样，面具男也没有审判的资格，更何况他只是复仇，无论他杀了谁，都是对法律的挑战。所以我们必须抓住他，维护法律的尊严，维护社会的和平。好了，赶紧出发。另外一边，主动暴露行踪的沈峰取出了森卡，随后撕成了2截。时间应该差不多了，不出意外的话，刘震那边应该完成了谋杀，那么我也该行动了。随后，沈峰伪装成刘震的样子，来到了地铁站，瞅准时机，一把摸向旁边唐玲玲的大腿。在这里呀，抓流氓！话音刚落，沈峰转身就冲向地铁厕所。实际上，唐玲玲和刘震都是沈峰找的演员。唐玲玲正是吴军案中带头闹事的家长，打算为另外一边的刘震上演一出不在场的任务。任务完成，卡尔已经死了。好，接下来就由你收尾吧。点点头之后，刘震再次出了卫生间，恰好和追出来的唐玲玲碰头。快抓住他，他是流氓！顿时，刘震就被热心群众抓住了，围在中央。看，这人居然非礼了黑！妈的，男人的脸都被你丢光了！下头男，集美们，谁懂啊？而刘震则是在地上死命的挣扎着。放开我！放开我！我要找我女儿！我要找我女儿！放开我！当看清刘震面孔时，围观群众傻眼了。这个人好像是最近新闻上那个被害女生的父亲。那个女生挺惨的，被一个外国佬给羞辱迫害了。这个父亲估计精神失常了。不多时，2个穿着警服的民警便走过来，在了解了情况之后，便将唐玲玲和刘震2人带走。此时，另外一边的警察钟海洋并没有在早市发现沈峰死迹，反而一路寻找卡尔去了一幢绕路。看来我们终究是来晚了一步，保护好现场，通知法医来验尸吧。躺在地上的卡尔死状尤为惨烈，显然生前遭受了不少折磨。屋外45度高温，可屋内的男人却被活活冻死，死前脸上还挂着诡异的微笑。就在警察调查线索之时，男人的母亲也死在了距离男人不远处的深坑内。该死的，这个面具男到底要干什么？中队查到了，面具男就在山脚下，我们已经通知人包围了。出发，务必把面具男缉拿归案。1周前，沈峰联合刘震、唐玲玲实施了第5起完美犯罪，成功杀掉了外国老卡尔。很快，沈峰又开始行动了，直接开始了第6起完美犯罪。卧槽，你谁呀？谁让你上来的？我老婆呢？然而沈峰只是微微一笑，从怀中取出一支手帕，迅速往曹建飞的口鼻上一按，随后失去了意识。我就是一直跟你聊天的那个老婆。早在很久前，沈峰就一直在网络上扮演美女，目的就是钓鱼执法，把曹建飞骗出来。如今机会终于到了，接下来的这场双重完美谋杀，就从1起绑架案开始吧。等曹建飞再次醒来时，发现自己被捆在一个小房间中。救命！来人！救命！别挣扎了，我劝你还是老实一点。你是谁？曹建飞看着这张陌生的脸，逐渐瞪大眼睛。是你一直都在骗我，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是谁？你想怎么样？沈峰缓步来到曹建飞耳边，轻声说了一句话，顿时曹建飞惊恐地瞪大眼睛。放了我，求求你，我错了，我知道错了。你不是知道错了，你是知道怕了。当年的那件事，你知道多少？曹建飞想要回头，却动弹不得。我说了，你能不能放了我？你没有资格讲条件。曹建飞的内心已然被恐惧所填满，他点了点头。半个小时后，沈峰走出房间，与此同时的专案组众人正在讨论关于面具男的事情。突然，一个漂亮女人走了进来。钟警官，求求你一定要救我儿子啊！怎么回事？你先跟我说说案件的经过。我的儿子被绑架了，钟警官，他又给我打来视频电话了。说话间，他额头上豆大的汗珠不停地滚落。在钟海洋的示意下，他迅速按下了接听键。你到底想怎么样？别伤害我儿子。司徒女士，我的朋友们是不是在旁边啊？这句话如同晴天霹雳，让众人的心猛地一沉。钟警官，何必不露面呢？你想怎么样？我要的200万准备好了吗？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求你不要伤害我的儿子。很好，那么交易时间就定在2个小时后吧。你想怎么交易？人质呢？是否安全？我们凭什么相信你这个疯子？沈峰轻轻一笑，在视频前打了个响指。
很快就传来曹建飞痛苦哀嚎的声音：“妈，救我，救我！呜！别伤害我儿子！”司徒静对曹建飞的感情早已超过了普通母子，甚至达到了扭曲的程度。好了，时间有限，我就不和诸位多废话了，立刻带着200万去北山，等到了我会再联系你。另外提醒一下我的朋友们，不要试图犯规，我只会和司徒女士一个人交易。混蛋，你到底……不等钟海洋说完，通话就被切断。沈峰下线，只留下众人面面相觑。片刻，钟海洋将手机递给技术人员，能否破解他的 IP 地址？不行，这个软件的模式类似于通话，只要对方下线就无法定位，而且对方也采用了虚拟定位。半个小时后，在钟海洋的申请下，几乎动用了可以动用的一切力量。好了，我们的计划暂时就是这样，大家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防弹衣，给司徒静穿上防弹衣，在最大限度内保证他的安全。还要安排善于伪装的警员潜伏在司徒静身边，如果情况有变，可以第一时间做出行动。众人你一言我一语，又过了半个小时，才将部署的所有细枝末节又再次完善了一遍。好了，时间不早了，立刻出发北山。此时，所有的专案组成员和警力部署已经抵达北山，并且成功隐藏。钟海洋、蔡晓明、张一阳3人得护在司徒静的身边。很好，看来各位很遵守时间。我已经来了，接下来呢？我该怎么做？只要你别伤害我儿子，我一定配合你。在北山脚下有一块石头做的路牌，现在你一个前往路牌，5分钟后我会再联系你。在蔡晓明和一众狙击手的暗中护送下，司徒静终于来到了那块石头的下面。很快，电话再次响起。哎呀呀，真是可惜呀！司徒女士，你慢了10秒钟，整整10秒。哈哈哈！我不是故意的，求求你。司徒女士，接下来你有1分钟的时间，前往大石头对面小路的尽头，将现金放在小路尽头的10块钱。是你最后的机会。现在倒计时开始，60、59。司徒静听闻，顾不上其他，抱紧箱子就朝着小路尽头狂奔而去。但他根本不知道，沈峰的倒计时不是针对这场交易，而是司徒静的死亡倒计时。司徒女士，等等！另外一边的钟海洋注意到情况不对，立刻拿出对讲机。小明，怎么回事？面具男让司徒静去大石头对面小路的尽头，现在正在倒计时。一旁的张一阳猛地瞪大眼睛，他意识到情况不妙。小明，快点阻止他！小路上覆盖着一层不薄不厚的积雪，司徒静的手机里不断传来沈峰的倒计时：20、19、18。此刻，司徒静满心都是儿子的安危，根本顾不上其他。阿飞，妈妈这就来救你。时间差不多了，8、7、6、5、4。突然，司徒静感觉脚下一空，整个人瞬间失去平衡，顿时惨叫声响彻四野。他是个猎人，可每次上山打猎时见到野猪却绕道走，只因他狩猎的目标是个女人。下一刻，只见女人缓缓迈入提前准备的陷阱中，惨叫声响彻云霄。第7杀完成，那么第8杀就定在1周后的舞台剧上吧。我将会用白磷实现真正的完美犯罪。与此同时，另外一边的钟海洋等人赶到了陷阱边，然而司徒静早已没了呼吸。怎么会这样？中队，快看那边！只见陷阱的北侧有一个红色的箭头，指向西北方向。徐坤守在这里，通知法医和救援人员尽快赶到现场，其他人立刻跟我走。随后，他拔出腰间的手枪，带着其他人迅速朝着箭头的方向快步走去。只见雪地里坐落着一个破旧的木屋，破门。众人迅速冲进屋内，屋内弥漫着一股刺鼻的血腥味，同时大家悬着的心终于死了。是曹建飞，不过他死了。从一开始，面具男想要的就是曹建飞母子2人的命，是我们疏忽了。操！面具男把我们警察当猴子耍吗？可恶！先别慌，仔细检查现场，不要破坏现场。众人强忍着内心的悲痛和愤怒，开始在屋内仔细搜索起来。另一边，沈峰回到空无一人的家中，通过逼问曹建飞，得到了下一个要猎杀的名字。韦雪，江河市生人，舞蹈演员出身，今年33岁，现为知名话剧演员，单身，有洁癖，有严重的花粉过敏。那第7杀就从洁癖入手吧，代号烈日。沈峰躺在温暖的床上，拿出诺基亚手机，拨通了一个号码。哪位？董连成，青泗县人，今年39岁。10年前，曾经为了10万元参与过一起灭门案，在此案中将沈家保姆杀害抛尸。8年前，抢劫杀害了一名16岁的富家女，至今仍在亡命天涯，靠着偷盗为生。我说的对不对呢？哦，对了，听说你好像是那个话剧演员的粉丝，是吧？叫韦雪。电话那头顿时陷入死寂一般的沉默。你是谁？你怎么知道这些？你是谁？沈峰邪魅一笑，慢悠悠的开口：我想和你做笔交易。什么交易？你不是一直想筹钱偷渡出国吗？我可以给你一笔钱，并把你的秘密永远烂在肚子里，前提是你要帮我做一件事。什么事？面对上钩的鱼儿，沈峰压抑住嘴角的笑意。明天晚上，你去白杨街右边数第3个垃圾桶里找一个黑色袋子，
那里面有我给你的5万定金和一包东西，注意不要被人发现。然后等着我的通知，事成之后我会支付你另外的45万尾款，然后你给我永远消失在这个国家。挂断电话之后，沈峰从床下取出一个箱子，里面是他存了许久的旧钞。这些钱你有命拿，不知道有没有命花。面具杀人魔这场演出一定很精彩的，哈哈哈。隔日，来到白杨街的垃圾桶后，董连成捏着鼻子开始翻找起来。妈的，藏啥地方不好，非弄这么个鬼地方。翻了好几分钟，董连成终于在下面找到了一个被密封的黑色包裹。此时电话响了，所有东西都收到了。收到了，嘿嘿，你说吧，让我干什么？对了，这张地图是怎么回事？还有那一包东西。那张地图是松河话剧院的地图，你尽快熟悉一下。我需要你在周日晚上8点之前潜入话剧院。听着电话那头的声音，董连成连连点头。好，我明白，等我好消息。很快，时间便来到了周日。今天是松河话剧院门口，可以用人山人海来形容。因为今天要演出的话剧是关于面具杀人魔的故事，而董连成绕过了6、7个保安，已经成功混入了后台的更衣室。这就是韦雪的衣服吗？真香啊！韦雪这人有一定程度上的洁癖，因此他的演出服在演出之前都是放在真空衣袋里，避免沾染灰尘。见没有人注意到这里，董连成迅速从怀中拿出一个小瓶子，涂抹在了韦雪的演出服上。做完这一切之后，董连成快步离开了现场。10分钟后，前台观众席里顿时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和鼓噪。韦雪，我爱你。韦雪，我要给你生猴子。死亡倒计时开始了。此时沈峰的目光瞥向不远处的警察张一阳，没想到他们也来了。不过这顿时让沈峰更加兴奋。感谢大家莅临今天的舞台剧现场，演出结束后，我会和各位粉丝进行合照。好了，话不多说，今天的演出正式开始。韦雪十分享受这种万众瞩目、高高在上的感觉。奇怪，是我眼花了吗？为什么我感觉韦雪身上的白色裙子颜色变深了？不是眼花，我也发现了，不过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吧。屋内屋外都是便衣警察，面具男应该没机会动手。早在1天前，钟海洋得到消息，面具男可能会对韦雪下手，出于安全考虑，便派遣了诸多警察藏在暗中。然而谁也没想到，下一刻意外还是发生了。女人每天都要洗10次澡，并且每洗1次澡就要用掉5吨水，就连换洗的衣服都要用透明真空包装袋装起来。只因她有严重洁癖，这一次女人一如既往的洗了澡，换上了白色裙子，准备开表演。可诡异的一幕发生了，只见台上的女人全身离奇自然了起来。就算有警察保护，又能怎么样呢？我想杀的人一个也跑不了。天哪，失火了！快上去救韦雪！然而白灵拥有极强的附着性，众人只能眼睁睁看着韦雪被火锅烧死。是白灵，可恶，又被面具男得手了。所以刚才我们看到韦雪衣服变色了，并不是眼花，而是白灵遇光会变身。赶紧通知附近的兄弟，把整个大剧院包围起来。面具男可能还在现场。可惜沈峰早就已经悄悄地溜走了，来到了一处偏僻的街道。妈，小妹，你们看着吧，当年所有的恶人全部都会付出代价，我会把他们一个个的送去深渊，永堕地狱。就在沈峰情绪剧烈波动之时，身后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你他妈的坑老子！这次的事情你搞得这么大，你让老子怎么收场？别急，我先看一下时间。你最近发财了？是我最近收拾家里，把落灰很久的华硕天选3在转转上卖了4000多，这价格还可以啊。对啊，我才知道转转原来不止收手机，就连笔记本、显卡、台球杆都可以回收，一键下单就有小哥上门，通通打包带走，特别方便。总之听我的，想快速回收换钱，放心去转转就对了。好，我一会回家就去把家里的闲置物品都卖了。不过这不是你坑我的理由，你不知道你这是杀人吗？一直等到董连成骂完了，沈峰才冷笑了一声。董连成，再跟我装模作样，我保证你1毛钱都拿不到。我说的可是实话呀！我要知道你让我做这种事，给我1万个胆子，我也不敢去啊！现在好了，事情闹这么大，我算是待不下去了，你是不是？嘿嘿，别跟我装，你会不知道我让你干什么？董连成并不正面回答，而是直接开口：一口价100万，怎么样？我可是做了这样的事，你给我点补偿也是应该的，不是吗？而且我保证把这件事烂在肚子里。沈峰嘴角缓缓扬起，猎物上钩了，只有90万，爱要不要？成交。董连成并不知道成交的是他的命。明天下午，老地方，我会安排人把钱放进垃圾桶，拿了钱给我永远消失。与此同时，专案组内针对韦雪的死亡，众人神色严峻。找到监控了，一行人立刻凑到电脑前，徐坤指了指屏幕：你们看，这个人行迹很可疑，而且他进入了更衣室。监控视频里是一个鬼鬼祟祟的身影。突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划破了寂静。钟警官，晚上好啊！哈哈哈。经过处理后的声音在电话里响起，所有人的心头都微微一紧。不知道各位现在是不是忙得焦头烂额呢？混蛋，今天晚上的事情是不是你做的？冷静点，钟警官，没有证据，可不要血口喷人哦。你……张一阳走上前来，
拍了拍钟海洋的肩膀，从他手里接过手机。晚上好啊。哦，原来是张警官呀。我说你打电话来，可不单单是问好这么简单吧？又是预告。不，这次我想送你们一个礼物。沈峰不再废话，直截了当的表明自己的意图。董连成，男，青泗县人，今年39岁，因多次偷盗和抢劫潜逃多年。韦雪就是死在他的手里。明天他会出现在白杨街，至于你们去不去抓他，那就随意喽。话音落下，沈峰不再多言，干净利落的挂断了电话。很快，专案组的成员根据沈峰的信息调查出董连成的通缉资料。大家怎么看？董连成很可能就是这一次案件中面具男的棋子，他不知通过什么办法买通董连，成为他效力，暗中杀害韦雪。接着，他故意把董连成的信息透露给我们，目的就是借我们的手除掉他。陆美华的分析得到了众人的一致肯定。没错，这种手法是他的风格。然后呢？分析出来了，我们又能怎么样？可即便知道是他的阴谋，不是阳谋，但咱们别无选择了。良久的沉默后，钟海洋缓缓抬起头，眼神坚定。不管怎样，董连成都是一个罪犯，还是潜逃的罪犯，不论这件事是否和面具男有关，打击犯罪都是我们的天职。我同意，我们不能因为这是面具男的算计就放跑一个罪犯，但大家要提高警惕，这很可能是面具男设下的圈套，在行动过程中务必注意安全，防止他有其他阴谋。同一时间，在城市的某处未知的房间，弥漫着一股压抑的氛围。面具男会是什么人？我们做事一向干净，不会有人活着回来复仇。他对我们的事情似乎了如指掌，肯定不是一个简单的复仇者。我们该怎么做？通知上面。这点小事都要通知上面，只会彰显我们的无能。你们不要脸，我还要。老虎站起身来，隐藏在黑色兜帽下的面具像是隐藏在黑暗中的魔神。那就行动吧，找出面具男。说罢，三个神秘身影缓缓起身，从各自身后的门离开。桌子上摆满鸡鸭鱼肉，可饿了7天的男人却一把推开了桌，朝着地上的饭菜吐了口唾沫，转身朝着一旁的垃圾堆跑去。山珍海味算个屁，垃圾桶里的这个才是我后半辈子的幸福。就在男人奋力翻找东西时，身后传来了密集的脚步声，一群警察找上了门。不许动，警察！就在2个小时前，沈峰借着董连成之手完成了第8次完美犯罪，成功迫害了韦雪，随后便向警察举报了董连成。好了，韦雪和董连成都解决了，接下来是第10个了。沈峰并不担心董连成会把自己供出去，因为董连成还有更大的秘密掌握在手里，祸及家人。随后沈峰便悄悄离开了。之后1周的时间，沈峰都在为下一次完美犯罪做铺垫，然而却从家里电视里看到了自己的下一则杀人预告。警官你好，下一个我要杀的人叫庞德，第3中学副校长。下面我宣布狩猎游戏开始了。有趣，居然有人模仿我倒要看看谁这么大胆的。话音未落，沈峰戴上面具再次融入黑夜中。与此同时，另外一边的高楼之上，一个同样戴着面具的冒牌沈峰怒不可遏。庞德，你这个畜生，今晚是你还债的时候了。然而刚准备有所行动，脖梗处骤然袭来一阵癌。你是谁？你冒充我，却不知道我是谁吗？你是面具杀人魔？说说看，为什么冒充我？又为什么要对庞德出手？这是你唯一的机会哦。庞德，他是个畜生，我一定要杀了他。听完解释后，沈峰才知道，原来庞德侮辱他的妹妹。我也很想庞德死，如果我帮你杀了庞德呢？你愿意帮我？我给你一个机会，参与或者不参与这件事。沈峰的声音渐渐平静下来，那是一种诡异的平静，暴风雪前的平静。无论你是否参与，庞德都会死，但你还有回头路。我不会退，我相信你。说着，他重重地朝着沈峰磕了3个头。我要杀庞德，我要他死，庞德背后的人也都要死。夜色下，2道身影从烂尾楼先后走出，阴沉的天空飘起了纷纷扬扬的小雪花。你身上有没有带钱和身份证？伊健有点跟不上沈峰跳跃的思维，不过还是如实点头。给我你的联系方式后，去新豪酒店开一间房，8层以上的房。我们不是要杀庞德吗？从这1秒开始，针对庞德的狩猎游戏已经开始了。半个小时后，伊健根据沈峰的要求，在酒店开好了房间。可怜的庞德将会在这场精密的计算中，主动地走向死亡之路。与此同时，收到杀人预告的钟海洋等人提前1步来到了庞德家中，打算守株待兔。这都快凌晨了，面具男还没出现啊！一直到第2天早上都没看到面具男现身。我们这算不算赢了一次？还是别太乐观了，别忘了和春鹏案。这日子啥时候是头啊？突然，庞德家的门铃响了起来，房间中的所有人对视一眼，精神瞬间紧绷起来。这啥情况？小刘，不用怕，他们是我的朋友。一边说，一边笑呵呵地接过了牛奶。哦，吓我一跳，我还以为这里发生什么事了呢。庞先生，没事的话，那我就走了。徐坤微微皱了皱眉，这个声音怎么这么熟悉？他快步走上前去一看，不由得惊诧。哎，居然是你！徐警官，
这送奶工名叫刘大勇，就在不久之前，他还是水云别墅区的一名保安。但是就在前段时间，他值班当晚，小区里发生了一起凶杀案，何春鹏被人杀死在家中并焚尸。警官们，这啥情况啊？没事，小刘，不用担心。刘大勇愣愣的点了点头。我可以走了吗？刘大勇走了之后，房门被再次关上，众人面色凝重的互相对视着。杭先生，这个送奶工你很熟悉吗？倒也没有，小刘才来没多久。不过他这人很热情，所以我问了他的名字。怎么了？陆美华并未回答，只是摇了摇头，目光转而看向地上的牛奶箱子，那里面一共是14瓶牛奶，皆是用玻璃瓶装着。杭先生，为了你的安全着想，这个牛奶还是暂时不要喝了。你是说有可能被人下毒吗？有这种可能。庞先生，一会我们方便把这一箱牛奶带回去化验吗？当然可以，给你们添麻烦了。另外一边的沈峰开着车行驶在城市边缘。差不多了，游戏正式开始。说着，沈峰拿出老式按键机，熟练地拨通了一个号码。同一时间，房间里庞德的电话骤然响起，让大家的心都跟着一紧。2号 SIM 卡，难道是联盟的人打来的电话？他的2号 SIM 卡是他偷偷用别人的身份证办理的，专门用来和联盟联系的。庞先生，怎么了？没什么，我去接个电话。他边说边匆匆向卧室走去。徐坤下意识地起身跟上，庞德却像惊弓之鸟般回过头。不好意思，这是私人电话。卧室里，庞德靠着门，手捂着胸口，额头渗出细密的汗珠，嘴里喃喃自语。怎么会在这个时候打来？喂！客厅中，众人面面相觑，一种莫名的不安在空气中蔓延。2分钟后，庞德推开卧室门，脸色惨白如纸。庞先生，你没事吧？到底发生了什么？庞德仿佛没有听到徐坤的话，眼神呆滞，径直走向沙发，一屁股坐下，身体还在不受控制的微微颤抖。众人都意识到，庞德刚才接到的电话似乎不简单。庞先生，如果你遇到了什么麻烦，可以告诉我们，我们是来保护你的。庞德缓缓抬起头，嘴唇蠕动几下，却欲言又止。他的内心在激烈挣扎着，目光定格在不远处的那一箱牛奶。另一边，挂了电话的沈峰单手利落地拆下手机电池，取出一次性的 SIM 卡，随手丢弃在车窗外。游戏结束了，庞德，享受这恐惧的滋味吧。每杀一次人，凶手都会往牛奶里倒入一滴青霉素，随后把毒奶送到下一个受害者面前。奇怪的是，受害者明知道这是毒奶，却还是当着警察的面喝了。都特么的别阻止我活命！我不喝牛奶，我会死的！快阻止他！然而等警察冲上去的时候，庞德已经口吐白沫，倒地不起。叫救护车！徐坤，赶紧去把那个送奶工抓回来！与此同时，作为始作俑者的沈峰已经回到了家里。第10个庞德已经解决了，接下来就轮到第11个人了。左南，我记得你说过的话，所以现在我来找你复仇了。瞥了眼桌子上的日历，还有1周时间就到圣诞节了。圣诞节那天，左南将会和他的情人一起度过，届时左南将会死在警方的手里，或被警方亲手击毙。哈哈哈。另外一边，专案组办公室里，钟海洋等一众专案组成员正在商议案件。就在这时，门外传来的一个声音突然打破了沉寂。什么玩意儿？这庞德是个什么玩意儿啊？发生什么事了？老大，你们自己看，这个庞德就特么是个。负责调查庞德住宅的警员拿出一叠照片和一个日记本，狠狠地摔在办公桌上。众人立刻凑上前去，只见日记本里记录着庞德侮辱女学生的所有记录。这个丧尽天良，他怎么下得去手？此时全场鸦雀无声，看到这些新闻，大家心里都不太好受。我去透透气。徐坤起身，独自一人来到阳台，内心的动摇又加深了一分。画面回到专案组，我知道了。陆姐，你知道啥了？我们从一开始就陷入了一个误区。大家试想一下，一个人会在什么情况下不顾一切的想要服用某样东西？保命。没错，或许在我们看来，那些牛奶是催命符，但如果在庞德的观念里，那些牛奶是救命的呢？那一切是不是都解释得通了？一语惊醒梦中人，所有人的身上同时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也就是说，所有人，包括庞德在内，被面具男误导了。时间回溯到不久之前，庞德看到自己的私人号码来电之后，立刻独自一人回到卧室接电话。喂，庞德，你是面具杀人魔？答对了，可惜没有奖励。庞德额头的冷汗瞬间流了出来。你是怎么知道我这个号码的？沈峰没有回答，他在享受这种掌控猎物情绪的快感。庞德，我想和你玩个游戏，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参加呢？哈哈哈！你想怎么样？哈哈，你有没有觉得你昨天吃的那碗面有些不对劲呢？庞德仔细回想着，那碗面确实有些不对劲，可是具体又说不上来。其实庞德昨天吃的只是一碗普普通通的面，并没有任何异常。但此刻沈峰把这件事告诉庞德，让他有一种近乎于杯弓蛇影的臆想。10分钟，最多半个小时，你就要毒花身亡了。现在我们玩个游戏，在刚才送来的14瓶牛奶中，其中有1瓶带有解药，而你只有3次选择的机会。如果你碰巧选中了有解药的瓶子，我们的一切全都一笔勾销。如果你失败了，那么很遗憾，你将会前往属于你的地狱。
只有3次，别想着犯规哦，否则我仍旧有很多方式杀你。现在游戏开始。电话被立刻切断，庞德仿佛被抽干了全身的力气，颓然瘫坐在地上。不行，不行，我不能死，我一定不能死！说着，庞德直接冲出了房间。此时距离杀害庞德已经过去了3天时间，距离平安夜也越来越近了。接下来我要和专案组进行一场正面对决，一场平安夜惊魂就要开始了。同一时间，黑暗的房间里，3个戴着面具的身影面对面而坐。看来是冲你来的呢。你打算怎么办？我会干掉他。话音未落，狼先生起身活动了一下身躯。查到他的身份了吗？一开始我以为是10年前沈家的人，但沈家已没有人生还，不可能是他们。那会是谁？我也很想知道，不过我会用我的办法引他出来。需要帮手吗？不用，我的帮手很快就回来了。他是个嫉恶如仇的警察，可每次出警时见到罪犯却绕道走。更奇怪的是，本该保护的人质却被警察当场击毙。快开枪！随着几声枪响，左南连中4枪，当场死亡。时间回溯到平安夜，左南正跟情妇逛街，却意外收到沈峰的死亡电话。左先生，平安夜快乐哦！你是谁？我是面具男，我们来玩个游戏吧。我没工夫陪你玩这无聊的游戏。左先生，据我所知，你在帮一位大人物洗钱，你也不想你私吞那么多钱的事情被那位狼先生发现吧？左南的瞳孔瞬间的一缩，心中也瞬间一紧。你在威胁我？你也可以这么认为。现在你没得选，立刻直走10米，地上有个箱，打开它。左南不敢轻举妄动，只能照做打开了箱子。在面具的假发里有一只蓝牙耳机，戴上蓝牙耳机和面具，然后挂断你手中的电话。左南伸手摸了摸，果然在面具的假发里有一只不大的蓝牙耳机。犹豫了一下，左南戴上耳机，随后挂断电话。与此同时，藏在暗处的沈峰双眸迸发一股寒冷。好戏才刚刚开始，我会借着警察之手完成我的复仇。说着，沈峰拿出新款手机，准备拨通刑警队电话。此时身后传来一阵脚步声。哎，沈哥，你这手机我咋从没见过？你换新 iPhone 了？那多贵啊！现在上转转买2手才更划算。我这苹果14，只花了2800，比新款便宜2000。最近又在他家买了个平板，性价比也挺高的，大屏幕看去可爽了。真挺便宜的，靠谱吗？放心吧，我研究过了，转转官方验的数码产品都经过多轮检测，跟新机一样，支持1年保修。总之，买2手上转转就对了。好，等这次狩猎行动完成后，我就去看看。很快，电话接通，另一端传来钟海洋的声音：“你好，辅导。钟警官，平安夜快乐！是你，这一次你又想杀谁？钟警官，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所以现在来星耀广场的报刊亭吧，我们不见不散！”哈哈哈哈。电话切断之后，沈峰伸开双臂，拥抱着平安夜的雪花。今晚将会是十分精彩的一夜。另外一边的专案组，我说了不去，老子坚决不去了。徐坤，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们到底在干什么？庞德、卡尔，甚至曹建飞母子这些人渣曾经做过什么？大家瞎了吗？看不到吗？为什么？没什么，你钟海洋还要去保护这些人渣？我穿上这身衣服是特么的为了什么？徐坤愤怒地扯掉自己的外套，狠狠摔在地上，发出一声闷响。徐坤，你给我记着，我们是警察，没有人可以越过法律执法，这是秩序。张一阳拍了拍徐坤的肩膀，我知道阿坤你心里有很多疑惑，但到现在不是纠结这些的时候。星耀广场如果发生了混乱，后果不堪设想，你明白吗？好了，大家不要讨论不愉快的事情了，我们出发。抵达广场的钟海洋第一件事就是疏散了人群，直接包围了报刊亭。你到底在搞什么？这么多警察，你想要我死？只是由于戴着面具，又坐在昏暗的报刊亭里，蓝牙耳机已被假发遮住，没有人知道他在和另一个人通话。左先生，你别无选择。你怎么知道我别无选择？如果我现在和警察合作，抓住你，或许你就会永远保守秘密了。你不会那么做的。我知道你的一切，左先生。15年前，你从江河市来到湖岛市打骗；13年前，一个中年人死在了你的手上；10年前，一个男孩死在了你手里。够了！沈峰笑笑，置若罔闻。每个周二的下午，你会去健身房健身；每个周四的早上，你会去公司核对账目；每个周日。沈峰的语气仍旧没有一丝波澜，但左南却已经听得心惊肉跳，汗流浃背。够了，闭嘴，别说了。到底怎么样，你才能放过我？接下来照我说的做，你还有一线生机，否则你会亲眼见证地狱的景象。等左南再次抬头时，钟海洋已经来到了不远处，四目相对。这是我们第一次正式见面吧？怎么见到我没有什么想说的吗？钟海洋，你终于来了。左南的话音落下，在场所有人都愣住了，尤其是钟海洋，嘴角都微微有些抽搐了起来。唯独角落里的沈峰扭曲的狂笑了起来。左先生，你可真是听话啊！我让你骂他，也没让你骂得这么难听啊！哈哈哈！不过你骂得好，这一幕可真是太有趣了。
左南心里可是有苦说不出，他很想解释清楚，一切都是蓝牙耳机里的沈峰让说的。接下来我说什么，你说什么，我让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片刻后，左南抬起头来，机械地说道：“钟海洋，你觉得你配穿这身衣服吗？你到底是谁？不过游戏该结束了，现在你已经被重重包围了，你觉得你还有逃脱的可能性吗？我知道你神通广大，但这里有几十把枪，就算你在其他地方有人质，你觉得我们会让你安然离开吗？我是谁不重要，不过钟警官，你口口声声说为了正义，可你们做到了吗？蔡小明5年前为了追捕一个仅仅偷了1块面包的小偷，结果把人打成重伤。徐坤当年明明知道你师父犯错，却为了维护你师父，装作不知。”此言一出，专案组的成员们脸色都是微微一变。而你，钟海洋，当年为了所谓的功劳，为了突出你所谓的英勇，开枪击毙了一个。够了，投降吧，你已经走不了了。远处，2名狙击手的狙击枪已经牢牢锁定在了左南的身上。左先生，现在请你走出报刊亭，如果你拒绝，我将会把你的所作所为全部曝光。左南心中猛地一紧，寒意瞬间传遍全身。他不敢再有丝毫犹豫，立刻起身，缓缓走出报刊亭。几乎同时，所有警员齐刷刷举起枪，飞动动的枪口如死亡的凝视，对准左南。举起手来，立刻投降！我不会放弃！举起手，投降！我不会放弃！他的嘴唇微微颤抖，脸色苍白如纸，豆大的汗珠从额头滚落。最后一步，继续骂一句钟海洋。钟海洋，我吃柠檬。好了，我发给你一条短信，把短信拿给钟海洋看，你就安全了。话音落下，左南感觉裤子口袋中的手机开始震动起来。正常来说，在这种紧张对峙的境况下，没有人会犯傻把手伸到口袋里。可偏偏此时，左南几乎是下意识的伸手去掏出手机。意外发生了，他是个悬壶济世的神医，可病人倒在面前，他非但不去救，反而一刀了结了痛苦的病人。上到公司女总裁，下到地痞混混，都是他狩猎的目标。这些被害者都有一个通病，皆是罪大恶极之人。这一次，男人更是决定借助警察之手，完成第11次完美犯罪。与此同时，左南的蓝牙耳机里传出沈峰邪魅的声音：“左先生，你说人有来是吗？如果有的话，欢迎找我复仇！哈哈哈哈！”是你，你不是早就死了吗？然而回应他的只有嘟嘟的挂断声。广场上，钟海洋站在原地，手中的枪还冒着青烟。左南倒在地上的一瞬间，他看清楚了左南手里的东西，那不是枪，只是手机。我们上当了。此时，左南手中的电话响了，钟海洋一把接起手机：“恭喜钟警官击毙凶手啊！啊，哈哈哈哈！一切都是你安排好的吧？哈哈哈！怎么样，钟大警官，今晚的表演精彩吗？”疯子，你还要杀多少人？很多很多。钟队长，你永远不会理解这种感觉有多爽。我会抓住你的，拭目以待。不过，钟队长，你可要做好心理准备，因为什么？因为如果那一天真的到了，就是你该面对审判的时候了。电话被切断，钟海洋紧皱眉头，思索着刚才那句模棱两可的话。老大，这里有一只蓝牙耳机。他从假发里取出耳机，钟海洋疲惫地看了一眼耳机，并没有多言。纷飞的雪花下，没有人说话。远处的天台上，沈峰退后半步，一只手放在胸前，另一只手优雅地伸向侧边，在飘落的雪花中缓缓陷入。诸位，圣诞节快乐！然后他转身，身影渐渐隐没在黑暗里。回到家中，沈峰坐在沙发上。左南已经死了，接下来就是顺藤摸瓜，调查出那位郎先生的身份。当然，除了郎先生之外，还有一些当年的小喽啰。不出意外的话，他也应该出来。我宣布，第12场狩猎游戏开始了。与此同时，福岛市刑警大队办公室，钟海洋。你让我说你什么好？钟海洋垂着头站在局长乔建中面前，脸上满是懊悔与沮丧。海洋啊，这次的事情确实很棘手，我知道你心里也不好受，谁都不想看到这样的结果。钟海洋的嘴唇动了动，想要说些什么，却被乔建中抬手制止了。我理解你当时的处境，局长，是我辜负了，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我虽还可以暂时护住你，但媒体已经开始大肆报道，民众也在议论纷纷，我们必须尽快给大家一个交代，找到面具男。局长，我明白了，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将功赎罪。钟海洋转身，坚定地出了办公室。郊外风雪弥漫中，一处简陋无比的平房里透出暖黄色的光芒。于君胜端着一盘刚刚煮好的饺子，放在遍布油渍的老旧木桌上。吃吧。突然，门外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谁呀？来看看你，看看我。于君胜不解，难道是曾经的狱友？他打开门，风雪顿时扑面而来。你是于君胜，没错吧？没错。你是谁呀？我们认识吗？当然。面具男打断了于君胜的话，他歪着头反问：“你还记得10年前的沈家吗？”于君胜的身体猛地一震，全身上下的力气宛如被抽干了一般，双腿一软，差点瘫倒在地。然后沈峰一击手刀，狠狠地劈在了他的颈部右侧。醒来的于君胜惊觉被粗绳紧紧捆在椅子上。为什么？
为什么你要提起沈家？你到底是谁？我是谁？我是沈家的复仇者。10年前，你的所作所为让我家破人亡，今天是你该偿还的时候。于君胜的身体开始不受控制的剧烈颤抖，脸上的惊恐之色愈发浓烈。你是沈家的那个孩子，你竟然还活着？我已经死了。你什么意思？我当年鬼迷心窍，我不该做那些事情，别杀我，别杀我！于君胜挣扎着，虽然他真的很后悔当年的所作所为，但后悔是一回事，愿意为此去死是另一回事。我这些年一直活在愧疚中，你看桌子，这些年不管什么节日，我都会祭奠你们家人。我真的后悔当年做的一切。于君胜悔恨的泪水夺眶而出，沈风可以看出那是真心的悔恨。别杀我真的后悔了，对不起。或许是求生，或许是真的知错，于君胜不断的道歉，眼泪不停的滑落。如果抱歉可以弥补过错，法庭上早已挤满虚伪的忏悔者。再见。不要。随后便没了声音。说着，沈风缓缓蹲下身子，看着倒在地上的于君胜。第12个，其实你应该是第5个，但我一直留你到现在，是因为只有在这个时候，你的死才最有价值。你猜猜看，是为了什么呢？随即沈风起身，拿起桌子上的抹布，沾着红色的颜料，在于君胜的嘴角处画了一个扭曲到极致的笑脸。祝你笑口常开，呵呵。每次杀完人，凶手都会在被害者脸上画个笑脸。祝你笑口常开，哈哈哈哈。随后故意给警方留下线索，仅不到2个月的时间，他一共犯下了12起恶性案件。哪怕当地公安派出重兵包围，却总能让其逃脱。这一次更是嚣张的在案发现场留下挑衅警方的录音笔。钟队长，早上好，或者中午好，晚上好啊！新的一年到了，希望我们接下来的游戏越来越精彩。哈哈。是我送给大家的元旦礼物，希望大家喜欢哦，也希望没有太迟。然后录音中断。可恶，又是面具男，真是太嚣张了。就在1个小时前，福岛市刑警队接到一起报案，等抵达现场时，地上除了死者外，还留下一张熟悉的面具，以及一个充满挑衅的录音笔。喂，什么？找到监控了？好，我们现在过去。挂了电话，蔡小明语气激动。中队，有同事找到了录下面具男的监控，走去看看。与此同时，作为始作俑者的沈风已经开始下一步的计划了。之所以这个时候才对于君胜动手，是为了迷惑警方，这样才有更多精力去调查联盟里的那个狼先生。你要我查的事情已经查清楚了，联盟的那个狼先生很有可能就是天海集团的董事长邝天海。邝天海？沈风愣了一下。邝天海本身就在他的狩猎名单之中。至于天海集团，他也有过了解，那是一家专门研究医药的公司，致力于攻破阿尔兹海默症，也就是老年痴呆。据说神药已经研发出来，不久后就要开新闻发布会。不对劲，这一切都显得太过于顺利了。如果这个时候召开新闻发布会，鱼龙混杂，无疑是给我出手的机会。以狼先生的狡猾，不可能让自己处于险境。你的意思是，这个邝天海是个冒牌货？对，这个邝天海很有可能是个傀儡。这场新闻发布会是针对自己的围剿。天海集团的药物研发牵扯面甚广，谁都想在里面分一杯羹。而如果面具男在新闻发布会杀了邝天海，无疑触碰了所有人的利益，所有势力必将不顾一切的对面具杀人魔进行调查和围剿。这招棋好狠，精彩啊！真是精彩！好一个狼先生，这样的游戏才越来越有意思。很快，沈风便在脑海中构思出了一个计划，一个局中局。此时，城市另外角落，一个黑暗的房间内，气氛压抑得如同实质。你想到解决办法了吗？要不我来帮你一把。如此一来，我哪里还有脸坐在这里呢？老虎斜睨了狼先生一眼，话语中带着一丝警告。别为了你的面子连累联盟。我何时用过别人擦屁股？查出面具男的身份了吗？还在查，很快就有答案了。不出意外的话，会有很多人帮我查。真的和沈家没关系吗？怎么，你很希望和沈家有关系吗？如果真的有关系，就不是你一个人的事，而是我们3个，甚至上面的事。等结果吧，坑我已经挖好了，就看他会不会往里跳了。距离天海集团新闻发布会的日子越来越近，为了避免狼先生的脏水泼到自己身上，沈风忽然想到了一个自己复仇名单上的一个人——朴东伟。韦雪案我找了个替罪羊，如果给邝天海的案件也找一个替罪羊呢？一个堪称完美的双重密室谋杀案在沈风脑海中渐渐成型。说着，沈风从拿出电话，又在复仇名单上找到朴东伟的电话号码，拨通了出去。你好，哪位？朴东伟，我知道你的秘密，联盟的秘密。半个小时后，一个人驱车去梨花村，那里有个废弃仓库，然后独自进去。记住，你没有别的选择。此时，朴东伟前脚刚进入伸手不见五指的仓库中，后脚身后传来了阵阵脚步声。是你叫我来的？没错，是我。你到底是谁？我说我是邝天海，你信吗？朴东伟顿时愣在原地，这个答案完全出乎他的意料。还没等他反应过来，突然感觉大脑一阵昏昏沉沉，一头栽倒在了地上。
再次醒来后，发现自己依旧处于一片黑暗中。那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刚才正和你说话，突然就没有意识了。你真的是邝天海吗？你找我来有什么目的？是我们现在被困在这里出不去了，必须得想办法离开。其他的事以后再说。没有一丝光亮的仓库内，两人在黑暗中摸索，终于摸到了冰冷的铁门。然而门却像是被什么巨大的力量固定住了一样，纹丝不动。是不是在外面被反锁了？大概率是。妈的，说不定有人图谋不轨。他们既然从外面锁门，我们也从里面插上门栓。虽然我们出不去，至少他们也进不来。有道理。很快，门栓便被插上了。此时，朴东伟的身体已经极度虚弱，紧接着他眼前一黑，再次晕了过去。一场双重密室谋杀正式上演。临时插播一条重要消息，很多宝子不知道《地狱归来》沈峰这本小说在哪看，我来教大家一下。首先点击左下角下载悟空浏览器，搜索《地狱归来》沈峰，出来第一个就是了，全文免费，快去看小说原文吧。他是个数学老师，每天上课却在教室睡觉，睡醒还会在纸上画一些奇怪的符号，甚至每隔一段时间，男人都要消失一次。诡异的是，隔天早上，当地就会发生一起凶杀案件，只因上一世全家惨遭灭门，重生一世，男人决定当着警察的面实施完美犯罪。这起案件我称之为双重密室凶杀案。警察们准备好接招了吗？挂断电话后，钟海洋带着刑警队全部成员第一时间赶到了仓库。里面的人听着，我们是警察。片刻后，里面传来微弱的声音：“救命！救命啊！”所有人退后。队员们迅速散开，找好掩护位置，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仓库大门。钟海洋一枪打掉了门主铁链子，上前用力推门，然而大门却纹丝未动。反锁了，里面的人快开门！别开枪！别开枪！死者的肘弯关节、膝踝关节全部被人用钝器活生生地敲碎了。老大，这里有一把锤子。钟海洋循声望去，果然在角落里躺着一把沾满了鲜血、孤零零的锤子。此时，钟海洋的思维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显然，朴东伟不是面具男，面具男不会蠢到这样暴露自己。可如果朴东伟不是凶手，压根无法解释眼前的场景。这是一间双密室，外面的铁链从仓库外紧紧锁住大门，断绝了外界轻易介入的可能。而里面的门栓也被死死插上，将空间彻底封禁。凶手是如何在这双重密室的限制下，悄无声息地潜入，残忍地杀害邝天海，又全身而退？不仅如此，最为关键的是仓库里面的门栓是插着的，凶手离开后不可能在外面插上门栓。仓库四周毫无破损之处，没有可供逃脱的暗道或通风口，这成像仪也会显示有其他人在他们进入前离开。难道这是面具男和朴东伟一起演的一出戏？随后，陆美华打开战术手电筒，走入漆黑的废弃仓库，四处观察着。陆姐，有什么线索吗？陆美华只是轻轻摇了摇头，没有回答蔡小明的话。多年的办案经验告诉他，这件事绝对不是表面上看起来的那么简单。突然，他的目光定格在墙壁上。这时，当手电的光线聚集在一点上的时候，陆美华发现，在这钉子孔的四周，隐隐约约可以看见一些少量的金属碎屑。陆姐，这是什么？说不定这是破案的关键。陆美华静静地站在那面墙下，抬起头，这面墙上一共有7个钉子孔，不均匀地分布着。此时，距离仓库不远处的河边，沈峰和戴着面具的刘震四目相对。问出来了吗？问出来了一部分。他不知道郎先生的具体名字和身份，但知道一些特征。很好。有没有留下什么破绽？没有，一切都是按照你说的所做。这是刘震的第2次出手，但残忍程度丝毫不比第1次少。与此同时，刑警队专案组美华先说说调查出的所有线索吧。其实，很明显，这间双重密室是伪造的，伪造者不是面具男，就是朴东伟。伪造密室的关键点就在于那墙上的几个钉子孔。根据朴东伟的口供，我们可以得知，在朴东伟进入密室之后，便遇到了邝天海，只是环境黑暗，没有光亮，所以我们无法确定他遇到的到底是不是真正的邝天海，极有可能是假冒的。毕竟朴东伟并未见过邝天海，即使在电视上看过，在那种紧张黑暗的环境下，也极有可能认错。难道在他进入密室之前，邝天海就死了？不，法医程思学的声音突然从外面传来，他推门而入，一手拿着新鲜出炉的尸检报告。邝天海的死亡时间并非是在朴东伟进入密室之前，而是之后。什么？之后？没错，邝天海是在朴东伟进入密室之后才被杀害的。朴东伟不是说昏迷中曾经听到过砰砰砰的声音吗？那个声音很有可能是凶手用锤子敲击邝天海关节的声音。有没有可能凶手是朴东伟自己？可马上徐坤就意识到不对劲。如果凶手是朴东伟，他又是把外面的门锁着呢？可这样的话，如何解释邝天海的死亡时间和凶手如何逃离？不，真相并不是这样。陆姐，怎么说？其实大家都被误导了。其实这间密室里或许存在着第3个人，凶手邝天海以及朴东伟。存在着第3个人？陆美华微微颔首，神色凝重地开始分析。没错，因为这间所谓的双密室
从一开始就是凶手的误导。大家仔细想想，根据朴东伟的口供，他曾有过一次短暂的苏醒。当时他和那个自称旷天海的人一起，在黑暗中摸索着，试图打开仓库的门，可那门却纹丝未动。他停顿了一下，目光在众人脸上扫视一圈，接着说：而我在门对面的墙壁上发现了几处钉子孔，这些钉子孔的分布范围恰好都在门的框架之内。这说明了什么？难道说门是假的？没错，由于仓库内根本没有一丝光亮，人会彻底失去所有的方向感。朴东伟以为他摸到的是真的门，但实际上却是凶手事先钉在墙壁上的假门。钉子孔就是证据。而就在他试图打开一扇根本不可能打开的假门的时候，又再次晕倒。而真正的门就在他的身后。陆美华的话语仿佛一道电流，瞬间流过所有人的脑海，让一切都变得清晰起来。如果是这样，那一切就都说得通了，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双密室，所有的一切都是一场骗局。不错。接着，陆美华迅速把他猜测的整个案情在脑海中过了一遍。当朴东伟进入黑暗的仓库中所看到的，根本就不是真的旷天海，而是凶手。此时的旷天海极有可能不在仓库，亦或者身在仓库，却无法被朴东伟发现。而在黑暗的环境中，朴东伟还没有来得及确认旷天海的身份，就被稀里糊涂的迷晕了。所以说，实际上朴东伟在昏迷中听到的声音，不仅仅是敲碎骨头的声音，而是凶手把假门钉在墙壁上的声音。接下来的一切推测就变得顺理成章起来。整个案件的发展如同过场电影一般，在大家脑海中清晰起来。朴东伟进入仓库，遇见假的旷天海，然后被迷晕。在凶手钉好假门，并且残忍地杀害了旷天海之后，推醒了朴东伟。在凶手的刻意引导之下，朴东伟相信门已经被从外面锁上，两人被困在密室中。接着，凶手引导朴东伟，两人从里面插上门栓，营造出双密室的假象。接着，朴东伟再一次被门晕过去。随后，凶手拆下假门，并且离开现场，并从外面用铁链将门锁上。只是这里还存在一处漏洞，既然凶手已经离开了密室，门栓又是怎么从里面插上的？这种事情并不难，只要凶手事先将栓被拉出的那一小段距离，而在关门时，两扇门都是从倾斜变成垂直角度。由于门关闭时的倾斜角度，门栓就会顺着这个角度滑入门栓孔之中，造成一种门是从里面插上的假象。说着，张一阳拿起笔来，在一张 A4 纸上粗略地画了一张图。只是我想不明白一点，凶手原本可以直接杀掉旷天海或者朴东伟，他为什么要如此大费周章的制作一个假的双重密室？他的目的是什么？众人一愣，的确，如果说凶手用这种办法摆脱嫌疑，或者说嫁祸给朴东伟，这完全说得通。可是这并不符合面具男的作风。突然，钟海洋的电话响了。明明是救人治病的医院，背地里却干着杀人越货的勾当。不管是轻微感冒还是癌症晚期的病人，只要进了医院大门，一律火化处理。只因医院为了研究治疗阿尔兹海默症的神药，直接把病患当成实验用的小白鼠。我要报警。结果警察来了之后，非但不追责医院，反而把报警的老头给抓进了监狱，判了10年有期徒刑。这天，忍无可忍的男人决定替天行道。哈哈哈，钟队长，协助别人破案的感觉怎么样呢？你这个混蛋！就在1天前，沈峰利用双重密室谋杀解决了旷天海。由于影响甚大，上面又派遣了专人接替钟海洋工作。迫于外界压力下，最终被草草结案，替罪羊朴东伟被执行注射死刑。钟队长，你的脾气还是那么暴躁，这样可不好。说吧，这次你又想玩什么鬼把戏？很简单，天海集团的新闻发布会开始的时候，就是我们下一次对决的时候。钟警官，希望这一次您别让我失望呀！哈哈哈。疯子，我一定会抓住你。你说了很多遍了，不过我还是奉劝钟警官一句。粉丝总催更新，为了能快点回家剪辑视频，我最近就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比亚迪汉，只花了9万多。现在新车掉价快，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年底瓜子有100亿补贴活动，5万多就能买奔驰、宝马、比亚迪。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可以试开3天。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拍卖。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赶紧点开评论区看看吧。如果真的有那一天，那时就是你直面深渊的一刻。电话被切断。钟海洋握着电话站在那里良久良久，他深知此次新闻发布的重要性，这次必须全力以赴，不容有失。另一边，沈峰挂断电话之后，便悠闲地坐在自己家的沙发上。所有的布局都已经完成了，接下来我会在新闻发布会当天杀掉狼先生，拭目以待吧。通过刘震对旷天海友好亲切的询问，沈峰已经得知了一些重要线索，锁定了狼先生的真实身份。与此同时，另外一个黑暗如墨的房间里，看来他上钩了。呵呵，他以为他在第2层，但实际上这一层是我。好啊，这一招公子献头的确是个好办法，我很佩服你，呵呵。所谓公子献头，是指牺牲己方关键之人，以他的性命作为诱饵，诱使对手上当。只是我没想到这家伙也不蠢。本来按照他的计划，一个旷天海之死就足够把对方逼入绝境，可是没想到对方却利用朴东伟，成功的化解了这一步棋。接下来你有打算怎么做？抛砖引玉。要不要我安排人来帮帮你？这个面具男必须要消失。几天后，
距离天海集团新闻发布会还有1个小时，众多全副武装的军人站岗巡逻，仔细地检查各个角落，确保犯罪分子无处遁形。一组、二组是否发现异常？报告，1组没有情况。报告，2组没有情况。很好，不要放松警惕。面具男，这次我要让你插翅难逃。快过年了，开车回家有面子，别忘了上瓜子看看。他是个医生，却从不帮人治病，就算是轻微的感冒，一律都会当成火化处理。更奇怪的是，他每次进出手术室都不带工具刀，而是手持铅笔，在病人肚子上画一些奇怪的图形。不一会儿，被标记的病人都会面露恐惧般死亡。想不到吧？我压根不会去新闻发布会现场。狼先生，准备好了吗？我来找你了。说着，沈峰换上了白大褂，戴上口罩，随后便消失在了视野中。此时，天海医院另外一个角落，徐坤也悄无声息地潜入了这家医院。既然你们不敢查天海集团，那我就自己调查。就在1天前，徐坤把身患阿尔兹海默症的母亲送到了天海医院，结果却得到了母亲死亡的消息。第六感告诉徐坤这件事没那么简单，便向上面申请调查天海医院，却被乔建中局长给拒绝了。徐坤狠狠地骂了乔局长一顿，最后直接被革职休息。天海医院一定有问题。撂下这话，徐坤打开了母亲的主治医师办公桌抽屉。这群混账！突然，他像是想到了什么，快速翻阅文件，一个名为李艳红的名字映入眼帘。妈，人渣，全都是人渣！就在这时，一阵脚步声从远处逐渐接近门口。徐坤迅速将文件放回原位，躲进了角落的柜子里。这么精彩的剧情，当然要有女朋友一起看。想谈恋爱的兄弟，是不是身边总遇不到满足你要求还对你心动的女生去牵手啊？不怕提要求，要求越多，帮你找的越准。找对象就用牵手，快去试试吧！不出意外的话，新闻发布会应该快要开始了吧？没错，表面上邝天海是天海集团董事长，实际上他只是一个傀儡。包括这次接替邝天海召开新闻发布会的代理董事长也是一个傀儡，目的就是为了给沈峰设下套。闹吧，最好动静闹得最大，届时你一定逃不过社会各界人士的包围。就在这时，门外突然响起了敲门声。请进，你是谁？韩医生，你不认识我吗？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出去。韩医生，你真的不认识我吗？他缓缓摘下口罩，当他的面孔出现的那一刻，韩佑的瞳孔下意识的一缩。何春鹏，你不是死了吗？然而不等韩佑有下一步动作，沈峰却迅速将一条白色丝巾丢在韩佑的脸上，当场晕过去。看来我得到的消息没错呢，只是此刻我应该叫你什么？是应该叫你韩医生呢，亦或者狼先生？韩佑缓缓睁开双眼，眼前的世界清晰起来。我还是不懂，你是怎么知道我的身份？这就要感谢邝天海了。韩佑没有说话，只是沉默。他不甘心，他输得太不甘心了，因为一切都是那么的无懈可击，可偏偏在邝天海这条阴沟里翻了船。你不是何春鹏，你到底是谁？我是谁？呵呵，狼先生，你还记得10年前的沈家吗？你怎么可能？你是当年那个孩子。沈峰静静地看着韩佑在恐惧中挣扎，脸上没有一丝怜悯，只有冰冷的决绝。是我回来了。不可能，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你明明已经死了。你说的对。沈峰手里不知何时多出了一片剃须刀片。我死了，但我从地狱回来了。他是个杀猪匠，却开了家包子铺。只见男人从垃圾桶里舀了一勺泔水淋在包子上，来往的客人却吃得津津有味。直到有一天，客人集体拉起了肚子。指甲盖，这是人肉包子。只因上一世，全家惨遭灭门。重生归来，男人决定展开复仇。钟警官，新的游戏开始了。今晚让咱们再来玩一场游戏吧。听好好了，这次的目标是白羊，就是那个大作家白羊。游戏地点：白羊居住的民宿。游戏是天黑请闭眼。所有的游戏者都已经准备就位。沈峰说着，伸出4根手指在屏幕前晃了晃。凌晨4点钟一过，白羊平安无事，这场游戏你们就赢了。而我将会永远放过白羊，并送给你们一些线索。好了，现在我宣布游戏开始。下一刻，画面被切断。立刻行动！时间再次拉到不久之前，民宿区大门口，白羊有些心神不宁地等待着。他选择的位置很好，正好处于监控摄像头的下方。还没到吗？与此同时，一个步履蹒跚的老人从他不远处艰难地走过。白羊也没当回事，只以为是民宿区的其他客人。怎么这么久了，他们还没到？在老人走入民宿区大门的那一刻，缓缓抬起头。游戏正式开始！这么精彩的剧情，当然要有女朋友一起看。想谈恋爱的兄弟，是不是身边总遇不到满足你要求还对你心动的女生去牵手啊？不怕提要求，要求越多，帮你找的越准。找对象就用牵手，快去试试吧。此时，专案组所有人都已经全部就位，距离钟海洋收到沈峰的视频已经过去了2分钟。立刻通知白羊有危险，让他不要回到民宿。是。随后迅速让同事调出白羊的电话并拨通。喂，你好，白羊先生，我是福岛市刑警大队的蔡小明，警号为 XXX。现在我郑重地通知你，面具杀人魔已经把你列为最新目标，你不要回到别墅，找一个安全的地方等着，我们马上就到。
电话那头的白羊愣了片刻，似乎是感到有些不可思议。知道了，知道了，我就在门口的监控下。奇怪，怎么又给我打了一次电话？城市另外一个角落，阴影笼罩着黑暗的房间，原本的3个人已经变成了2个人。看来他输了。那他的东西呢？你想要？现在这可是烫手山芋，咱们最好还是先观望观望，免得出事。你说这个面具杀人魔是谁呢？总不会真的是沈家的人吧？不可能，沈家绝不可能死灰复燃。那会是谁呢？继续观望一阵，别轻易下场，免得和他一样。老虎说的他自然是指狼先生。看来越来越有意思了呢。2人陷入了一阵沉默中，黑暗中只有彼此的呼吸声。良久，老虎像是想起了什么。听说你还在找合适的心脏，找到了吗？这也没什么好隐瞒的，倒是有一个合适的，不过还在观察中。这种事情可要谨慎，毕竟我可不想我的孩子出事。我能找到倒是不容易。别说一颗心脏，就算是不管什么我都会做到。祝你成功。我当然会成功。说完，狐狸目光悠悠地看着窗外。每杀一次人，凶手都会在被害者脸上画个笑脸，并让他以跪倒膜拜的姿势死去。只因他是一名重生者，上一世全家惨遭灭门，这一世决定当着警察的面报仇。喂，阿 Sir， 这次我要杀的人叫白羊，游戏开始了。说完，凶手便挂断电话，随后潜入了黑夜。面具男又开始行动了，我们也赶紧出发。很快，数辆车子闪烁着红色与蓝色的光辉，迅速行驶向白羊所在的民宿区。诸位喝点什么？不用了，谢谢。众多警员们迅速选择战术位置，站好并警惕地看着四周，并时不时看着自己手表的时间。经历过何春鹏一案，众人都对时间有了一种近乎于执念的动态。钟警官，大家的效率真应该提高一下。白先生，这是什么意思？别多想，我当然没不好的意思，只是我8点半就收到了你的电话，天气那么寒冷，我却等了。等等，你说什么？钟海洋犹如被雷击中，猛然打断白羊。你刚才说什么？我说你们的笑，不是这句。啊，哦，我说你8点半就打电话给我，我在。白先生，我并没有在8点半给你打过电话。啊，钟警官，你这是……钟海洋迅速摆了摆手。看来你被骗了，打电话给你的人不是我。白羊先生，不知道是否方便？突然，客厅的数字电视上猛地浮现出一片雪花点，把众人都吓了一跳。不少人几乎是下意识地掏出枪来，一个让所有人恨得牙痒痒的人影出现在电视中。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哈哈哈哈！大家晚上好啊！这么精彩的剧情，当然要有女朋友一起看。想谈恋爱的兄弟，是不是身边总遇不到满足你要求还对你心动的女生去牵手啊？不怕提要求，要求越多，帮你找得越准。找对象就用牵手，快去试试吧！既然大家都不辞辛劳的来到这里，那就说明大家都迫不及待的想要参加这场精彩的游戏。现在我来重申一遍规则，规则很简单，就如天黑请闭眼的游戏一样，瞎手瞎人，诸位找出瞎手。在我规定的时间结束之前，白羊先生不可以离开这座民宿，否则被视为犯规。那么，请允许我宣布，游戏正式开始。随后，电视屏幕又变得一片漆黑。钟海洋的大脑几乎是在飞速旋转。白羊在8点半接到的电话，一定是面具男打的。突然，钟海洋想到了何春鹏的案子。快检查屋子的每个角落，面具男可能就在这里。众人一听，立刻开始在屋子里四处搜寻起来。同时，蔡晓明和张一阳2人迅速把白羊护在身后。忽然，一个诡异的笑声响起。下一刻，张一阳猛地拉开柜门，同时身形迅速向一旁闪躲。柜门开启的瞬间，众人几乎同时听到一声类似于线崩断的清脆声响，紧接着一股浓烟喷出，众人下意识开枪乱射。杀手要开始杀人了。明明是早上营业的早餐店，却开在了晚上。更奇怪的是，别人巴不得把店开在热闹的市区，而这家店却选择深山老林。就算这样，早餐店门口的客人还是络绎不绝，只因这家早餐店是当地最大的黑市交易中心，只有开在深山老林才不会被当地帽子叔叔打击。而眼前的男人为了报复帽子叔叔，决定来黑市购买装备。老板，我订的货呢？都在这呢。拿上遥控烟雾弹后，沈峰找到了徐坤。你考虑好了吗？一旦你选择出手，以后就很难回头了。徐坤没有说话，而是默默接过包裹，随后转身离开。时间来到2天后，沈峰化身为老头，偷偷潜入了白羊所在的房间，偷偷把遥控烟雾弹藏匿了起来，随后引爆了烟雾弹。大家小心，是烟雾弹！别杀我！他一边背对着墙角，一边朝着烟雾中大喊：“我不该说了那些话，别杀我！”在上一场狩猎游戏中，沈峰对天海医院狼先生出手之后，作家白羊面对电视台记者采访，大言不惭地侮辱沈峰。没想到现实到来了。白羊，别说话，面具男就藏在我们人群之中。钟海洋以最快的速度顺着白羊的声音赶了过去，2人相距半米，钟海洋隐隐约约可以看到白羊惊恐的脸。钟警官，保护我！钟海洋持枪而立，立刻将白羊护在身后，警惕地聆听着四周的动静。而就在浓烟升起的一瞬间，徐坤的眼神变了。突然，一个不知名的物体
朝着白羊狠狠地轰了过来。别杀我！别杀我！别出声！钟海洋赶忙上去用手堵住白羊的嘴巴，随后拉着他悄悄来到另一个角落。下一刻，所有的灯光在同一时间全部熄灭，黑暗吞噬了整个房间，天真的黑了，而这场游戏的杀手就隐藏在黑暗之中。再见了，各位！该死，他跳床跑了！追上他，不能让他跑了！钟海洋刚想说下令，就听徐坤在黑暗中急促地说：“老大，你们去追面具男，我和阿昌在这里保护白羊。”阿坤、阿昌留下保护白羊，所有人跟我去追面具男。一声令下，钟海洋带着蔡晓明等警员摸索着从正门离开。最近剪视频太累了，喝点饮料放松下。这是我在抖音商城秒杀频道买的娃哈哈，酸甜又好喝。我还买了好多小零食，很多都不到9块9，好吃又解馋。现在点商城进入秒杀频道，或者直接点评论区就能买，还有超多优惠券限时发放，买到就是赚到。就在评论区先到先得哟。昏暗的民宿区了，众人开始了地毯式的搜索。钟海洋脚步急促，手中的枪紧紧握着，直觉告诉他，面具男就在附近，这一次绝对不能让他跑。另外一边的房间里陷入短暂的沉默之中。徐警官，你们在哪里？白先生，我在这。徐警官，你们可要……一阵剧烈的咳嗽声打断了他的话。一定要保护好我啊！忽然，白羊听到黑暗中传来极其微弱的开门的声音，然后传来了一声闷哼。发生什么了？人呢？发生什么了？然而回答他的只剩下他自己的心跳声。白先生，你可以死了。明明是教书育人的学校，可背地里却是人体器官贩卖交易中心。只要是富人需要的配件，在这里都能匹配得到。就算这样，还是有无数学生挤破头都想上这所学校。这天，又一个男孩在校门口监控下消失了。时间回溯到2天前，沈峰联合徐坤杀掉了白羊。然而没多久，警花陆美华的儿子就失踪了。什么意思？是谁想栽赃给我吗？有点意思，不过这并不会阻止我的下一场狩猎行动。下一次将会是一次7杀。另外一边，狐狸正坐在沙发上，摇晃着手中的红酒杯。白羊死了，看来他这次是冲着我来的。难道真的是沈家的人？可是这似乎不太可能。无论是狼、老虎还是狐狸，都曾亲自参与策划沈家的覆灭，所以他们十分清楚，沈家不可能死灰复燃，也绝对没有这个机会。就在狐狸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时，放在旁边的电话突然响起。狐狸先生，阿三，结果出来了吗？出来了，与您的孩子是完全匹配。狐狸握着电话的手微微一紧，眼中闪过一丝惊喜。做得好，狐狸先生，接下来先不要伤害那个男孩子，这件事非同小可，还需要一段时间准备，确保手术万无一失，明白吗？我明白了。这么精彩的视频看得我都渴了，喝一瓶刚在抖音商城秒杀频道买的娃哈哈 AD 钙奶吧，好喝又解渴，这一提不到9块9，太实惠了。我还买了好多小饮料，好喝又便宜。点商城进入秒杀频道或者直接点评论区就能买。现在有很多优惠券限时发放，买到就是赚到。就在评论区先到先得哟。半个夜晚过去了，钟海洋等人仍旧没有找到朱博，许多监控都在那一段时间出现了失灵的迹象，就好像刻意被一只无形的手抹去。怎么会这样？一点线索都没有，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该不会是被人贩子拐走了？可监控怎么会恰好在那个时间段坏掉？这也太巧了，不可能有这种手段的人贩子。这恐怕不是巧合，该不会是面具男吧？不可能！张一阳和徐坤几乎是在同一时间摇头否认。不同的是，张一阳语气平静，徐坤语气坚定。面具男的核心行为是复仇，虽然残忍，但从始至终却也没伤害过无辜。绑架一个小孩子却不联系我们，这不像是他的作风。美华，朱博最近有没有什么异常情况？没有，他一直都很正常，每天按时。话说到一半，他像是突然被一道闪电击中，猛地抬起头。不对，前几天前几天怎么了？前几天我儿子体检了，那是他们这个月第2次体检。话音落下，所有人都意识到了不对劲。体检本就是学校的一项开支项目，哪有学校愿意平白无故多花一笔钱，在1个月内给学生进行2次体检？不管怎样，我们不能放过任何一个线索。张一阳，你继续调查学校周边的人员和车辆，扩大搜索范围，一定要找到朱博。徐坤、蔡晓明，跟我去找朱博学校的校长，问问看到底是怎么回事。一夜之间，玩具厂8名工人死了7个，无论男女老幼，全都惨遭毒手。可奇怪的是，明明门外就有2个荷枪实弹的保安执勤，却没开一枪。哪怕事后警察来到现场查看监控，也找不出一丝关于凶手的蛛丝马迹，只因男人提前切断了监控电源，并在封闭的室内喷洒了引力。然而，原本可以逍遥法外的凶手，却主动地拨通了警察电话。钟警官，晚上好呀！是你？没错，是我。我们的游戏继续吧。是不是你抓了陆美华的儿子朱博？陆美华在一旁竖起耳朵听着，然而电话那头戏谑地笑了起来。哼，钟警官，不要侮辱你的对手。不是你。电话那头诡异地笑了起来，却并没有回答。好了，让我们开始吧。这次我的主要目标是黄木森，新兴玩具厂的黄木森。你们有1个小时的时间。说完便挂断了电话。混蛋！中队，先别生气，
刚才面具男的话似乎有古怪。什么叫后悔终生？包括陆警官？我看他就是在利用这些话刺激我们。不，或许他知道些什么。小明立刻联系星星玩具厂的黄木森，让他找一个安全的地方等着，别给任何人开门。蔡小明答应一声，立刻跑去调取电话号码。这么精彩的视频看得我都渴了，喝一瓶刚在抖音商城秒杀频道买的娃哈哈 AD 钙奶吧，好喝又解渴。这一提不到9块9，太实惠了。我还买了好多小饮料，好喝又便宜。点商城进入秒杀频道或者直接点评论区就能买。现在有很多优惠券限时发放，买到就是赚到。就在评论区先到先得哟。几分钟后回来了，中队已经通知了黄木森，他现在把自己反锁在安全的地方，等着我们前往，并保证不会离开。大家出发。此时，黄木森已经把自己反锁在了家里的保险室中。我就不信，我藏在这里，他还能把我给杀了。黄木森曾经想过，要不要给狐狸先生打电话，说明一下这件事，可这个想法很快就被他否决了。现在正是他获取信任，成为狐狸先生真正的左膀右臂的。寂静的保险室里，忽然响起了电话铃声。喂，什么？黄木森越想越觉得不对劲，他眉头紧皱，眼神中满是警惕与怀疑。糟了，走，我得赶紧走。他匆匆打开保险柜，拿出一沓现金和一些值钱的物件，塞进一个黑色的背包里。看来这座城市是待不下去了，不得出国才行。黄木森小心翼翼地推开保险室的门，下意识地左右看了看，这才拎着包裹朝着车库走去。钟海洋等人驾车风驰电掣般的前往黄木森的住处，却突然接到了老家的电话。中队，黄木森的定位正在移动，他怎么突然跑了？什么跑了？搞什么鬼？他不要命了吗？不对，难道面具男发现他了？他正在逃亡。小明赶紧打电话给黄木森，问问他到底怎么回事，我们再采取下一步动作。蔡小明连忙点头，掏出手机迅速拨通了黄木森的电话，却传来嘟嘟嘟的忙音。中队，电话打不通，他关机了。与此同时，王倩又打来电话。中队，黄木森的定位不动了。难道他把电话扔了，或者是出了什么意外？立刻把他最后的定位发给我。事出反常必有妖，他总觉得这背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阴谋。为了取暖，他一把火点燃了自家房子，担心火势不够旺，又连续浇了3、4桶汽油。奇怪的是，男人一点也不害怕，反而异常兴奋。烧大点，继续烧大点，哈哈哈。只因他是一家玩具厂老板，表面上生产玩具，背地里却是一家专门对人掏心掏肺的黑医院。只要证据烧毁了，警察就查不到我身上。就在黄木森洋洋得意的时候，一道黑影出现在身后。黄木森，接受来自地狱的审判吧！没等反应，直接被一刀抹脖子。随后，钟海洋等人才姗姗来迟。老大，那边有情况。几分钟后，他们迅速包围了房子。钟海洋用力一脚踹开了门，一股刺鼻的血腥味扑面而来。阿昌、阿东，你们几个留在这里看守现场，通知法医尽快过来，其他人跟我立刻前往星星玩具厂。很快，钟海洋等人抵达了星星玩具厂，厂房里弥漫着一股淡淡的香味。你们有没有闻到一股奇怪的味道，像水果的香味？这是什么味道？是七福丸。七福丸是一种医用的吸入性的麻醉剂，只有在医院手术室才会使用。这个疯子！众人继续沿着走廊搜索，很快他们来到了休息室的门口。大家集中精神。当众人推门而入的那一刻，全都被眼前的场景震得呆立在原地。只见休息室里3男2女一共5个人，并排跪在地上一动不动。用手机看这么精彩的视频不过瘾，推荐大家用抖音电脑版，大屏看电影电视剧更爽更高清，网友弹幕互动更流畅，还可以免费设置颜值博主专属动态壁纸。快用你的电脑下载抖音电脑版吧。7具了，已经7具尸体了。凶手简直丧心病狂！短短1个小时，用如此残忍冷静的手法连杀7人，众人还是第一次见到。大家别慌，仔细检查现场，看看能不能找到其他线索。众人回过神来，纷纷点头，强忍着内心的愤怒和不适，开始认真的勘察起整个工厂来。中队，根据面具男一直以来的作风，这座工厂恐怕不是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的确，说不定这……老大！突然，门外传来了蔡小明的声音：“这里有一道暗门，走去看看。”众人调整好情绪，立刻朝着蔡小明的方向走去。只见房间里宛如一个小型的手术室，各种刀具齐全。这里，一股刺鼻的消毒药水味弥漫在空气中。突然，钟海洋注意到桌子上散落的文件，走进去查看起来。这群人渣真是死不足惜，这里面甚至还有小孩子。中队，这件案子，我觉得我们的首要调查任务不应该是面具男，而是这间工厂。所有人都知道这家工厂的表面之下隐藏着什么样罄竹难书的罪恶，尤其是此时陆美华的儿子失踪，让他更加能够共情这些事情。这里还有一个暗门。白天他是菜市场屠宰区杀猪的屠夫，可到了晚上却化身手术室技艺精湛的主刀医生，只是屠宰对象从猪变成了学生。更奇怪的是，隔壁就是拥有几百人的工厂，里面的工人明明听到了学生的求救声，却从没人报警。这天，手术室的大门被警察推开了。宝贝，妈咪不哭。此时，陆美华并没有注意到，在朱博的胸前口袋里揣着一张留给他的纸条。与此同时，另外一边，精致的水杯狠狠摔在地上。该死的！
怎么会搞成这样？这个混蛋面具男竟敢破坏我的计划！他快步走到电话旁，拿起听筒，手指急促地拨着号码。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这点小事都办不好，我花了这么多钱，费了这么大劲，竟然给我搞砸了！挂了电话后，狐狸小姐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很快又拨通了另一个电话。喂，朱国，我要找到朱国，不惜一切代价，就算是明抢也得给我抢过来，我一定要救我的孩子。此时他已下定决心，不论如何也要再次把朱博弄到手。这只是第一局，这只是开始，我不会输的，永远不会，我一定会救回我的孩子。用手机看这么精彩的视频不过瘾，推荐大家用抖音电脑版，大屏看电影电视剧更爽更高清，网友弹幕互动更流畅，还可以免费设置颜值博主专属动态壁纸。快用你的电脑下载抖音电脑版吧。而另一边，陆美华也带着儿子早早回到了家中。妈咪，我没事，真的是妈妈对不起你，今天妈妈差点就。突然，陆美华像是想起了什么。对了，宝贝，妈咪进去的时候发现绑着你的绳子解开了，是你自己解开的吗？妈咪，不是我解开的，有一个戴面具的叔叔。突然，他想起今天出发之前面具男曾经说过的话，难道他早就知道朱博的下落？他是不是那个面具杀人魔呀？宝贝，他有没有和你说过什么？他只是说让我无论听到什么都别出去，还说会有人来接我。朱博突然眼睛一亮，像是想起了什么重要的事情。对了，妈咪，他还让我给你一张纸条。陆美华疑惑地接过纸条，缓缓打开。你所坚守的一切真的存在吗？看到这句话的瞬间，陆美华感觉自己的呼吸仿佛都停止了。这句话如同一道闪电，直直地劈进她的内心深处。妈咪，你怎么了？宝贝，妈咪没事。宝贝，你见过面具叔叔的事情，还有这张纸条，绝不可以告诉任何人，好吗？妈咪放心吧，我跟你拉钩。夜越来越深，朱博躺在陆美华的腿上睡着了。陆美华心中的波澜怎么也无法平息。同时，城市另外一个角落，第25个了，钟海洋，我会让你体会到众叛亲离的滋味，咱们走着瞧吧。学校监控完善，可校长却离奇死亡，并且就死在警察面前。更奇怪的是，明明警察看到了凶手，却放任凶手大摇大摆离开。事情的起因是沈峰又开始下一场杀人预告，这次对象是朱博的小学校长陈海。钟队长，我是不是安全了？距离面具男下达的杀人预告时间已经过去半个小时了，陈海日不自觉地松了口气。陈先生，只要今天还没过，你就没有度过危险期。一阳，你怎么看？我总觉得这一切似乎太顺利了，顺利的有些假。你说他会不会隐藏在陈校长等等？陈海日正打算去饮水机接一杯水，来缓解一下干涩的喉咙和紧绷的神经，却被钟海洋急切地叫住。钟队长，怎么了？先忍忍吧，在未彻底确定安全之前，不要喝那里的水。钟海洋是担心饮水机被下毒，他叹了口气，心中更加坚定了退出联盟的信念。就在这时，校长室的门被敲响了。小暖，小暖正是陈海日收养的那只流浪狗。陈校长，你还养狗啊？这只小狗是我在一个垃圾堆捡到的，它很可爱，也很通人性，我就把它留在了身边。这小家伙可有意思了。说着，小暖已经扑到了他的身上，不停地摇着尾巴，嘴里还发出呜的叫声。陈海日伸出手，轻轻抚摸着小暖的头。好了，没事了，不怕了。蔡小明凑上去想要摸摸小暖，但小暖却吓得立刻躲开了。这小家伙怕生，不太喜欢陌生人摸他。突然，一阵刺耳的铃声打破了这个宁静。钟队长，这场游戏如何啊？这不是游戏，但你已经输了。我很欣赏你的自信，呵呵，但输的人并不是我，而是你。不，我不会让你得逞。可是我已经得逞了呀！各位，下次见了！哈哈哈哈。钟海洋刚想再说什么，却发现电话已经被挂断。看着手机屏幕，钟海洋心中涌起一丝不安。钟队，面具男说什么？还能说什么？老一套呗。钟队长，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离开这里？陈海日起身瞬间，却感觉到一阵天旋地转，最后一头栽倒在地。快，叫救护车！陈先生，陈先生！然而，陈海日已经没有了任何反应，中毒了。钟海洋抱起陈海日，急匆匆地冲出校长室。先把他送到医院。他是个杀手，却从不杀人，而是每天打扮成乞丐，蹲守在一家烤肉店门口。每进去一个人，他都会敲打一下自己的脑袋。250下，也就是进去了250个人，差不多该轮到我出手了。就在杀手准备行动之时，警察却冲了出来。时间回溯到2个小时前，刑警队办公室，钟海洋再次接到了沈峰的死亡电话。钟队长，进来可好？疯子，你究竟知不知道陈海日是什么人？你既然自诩正义，就应该清楚，陈海日活着比死了更重要。他……抱歉，钟队长，我从来没有说过我是正义的化身，我所追寻的也从来都不是正义。你什么意思？当受害者受到伤害的那一刻，正义对他而言早已如泡沫般消散，不复存在。而我所追寻的不过是公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活着的意义，就是为了让有些人死，
钟海洋握着手机，一时间竟被沈峰这一番言论堵得哑口无言，不知该如何回应。好了，开始下一场游戏吧。这一次我的目标是陆美华。电话切断，钟海洋站在原地短暂失神。中队，怎么回事啊？发生什么了？快联系美华，面具男这次的目标是他。另外一边的陆美华正在和朱博一起吃烤肉。今天是面具男和朱博约定好的日子，还是这家店的烤肉最好吃了。慢点吃，别噎着了。陆美华并没有注意到，在邻座坐着一位留着胡须的中年男人。妈咪，我歇一会再吃，我想用你的手机玩一会游戏，可以吗？输了不许哭鼻子哦。朱博兴高采烈地接过手机。妈咪，我去洗手间。然而，就在朱博离开座位不久，身后中年男人也站起身。半个小时后，沈峰从烤肉店走了出来。此时杀手正在门外数着人头，沈峰故意撞向杀手，偷偷把手机塞在了杀手身上，随后扬长而去。与此同时，钟海洋等一行人已经巧然来到了陆美华家门口的这条街。钟警官来得很准时嘛，你猜今晚谁是胜利者？别伤害我的组员，有什么冲着我来？呵呵，真是个好领导啊！沈峰的声音透着一丝嘲讽。你究竟想怎么样？不想怎么样，就看看你们能不能找到我了。我已经给你们留下线索了哦。好了，游戏开始。大家好，我是沈峰，在这里宣布一件重大消息，这部剧可能就此完结了，并不是我不想做，而是接二连三的视频限流、下架、违规，可能是题材原因，就连本书作者都频繁进小黑屋。就在今天下午，和作者简短聊了2句，得知后续小说也快完结了。大家如果想继续往下看的话，可以下载番茄小说，搜索《地狱仇杀队》，作者夜南之秋。后续呢，我会继续做新剧，咱们江湖再见。最后，祝所有粉丝们新年快乐，新的一年行大运，发大财。每次杀人前，男人都会拔掉一根头发，并故意在地上留下记号，随后把受害者四肢砍掉，做成人质插入花瓶中。事后，他非但不跑路，反而还主动拨通警察电话。警官你好，我是面具男，我下一个狩猎目标是狐狸先生。没等警察回复，便挂断了电话。狐狸先生，一切该结束了。你到底是谁？狐狸先生，你一直费尽心思找我，现在竟然不知道我是谁吗？你是面具杀人魔？没错。不可能，这不可能，怎么会是这样？就是这样，狐狸先生，这一天我等了很久了。从韩佑死后，我就已经盯上你了。但我知道，狐狸先生是不会轻易露面的，尤其是在狼先生死后。所以从黄木森开始，我就一直在布局。我故意捣毁玩具厂，收拾掉黄木森和陈海日他们，让你失去了重要的棋子哦。对了，那个无名杀手也是我设计的。听着沈峰一步一步的布局，狐狸先生的双腿发软，缓缓滑坐在地上，绝望如影随形的笼罩着他。不，是你害死了我的孩子！突然，他像是疯了一般爬起来，狠狠扑向沈峰。等一下，这么精彩的瞬间，我先用相机记录一下。哎，钟警官，你换新相机了？对啊，之前相机和镜头拍照有点模糊，就换了台新的。那旧的呢？旧的当然第一时间找转转上门回收了，卖了4000多，他们家价格公道。打钱又快又干脆，我才知道转转不只收手机，就连相机和镜头这种摄影器材，还有 LV 包和腕表之类的奢侈品都能回收。趁着旧的还值钱，赶紧找转转回收就对了。好了，你们继续，我先溜了。此时，沈峰毫不犹豫，狠狠一巴掌，直接将狐狸先生驳翻在地。你到底是谁？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和你有什么仇？我是被你们毁掉一切的人。10年前，我也叫沈峰，沈家的沈峰，沈江的儿子。沈峰，什么？是你？好了，你可以安心的上路了。没等狐狸先生反应过来，沈峰挥手一刀结束了一条鲜活的生命。还没有结束，接下来是老虎，然后是狄冠宇。与此同时，钟海洋等人被沈峰给引导去了另外一栋房，可现场除了一些凌乱的脚印之外，没有留下丝毫有用线索。这他妈的什么都没有！时间已经过去这么久，狐狸先生恐怕已经遭遇不测了。电话铃声再次响起，打破了压抑的寂静。钟队长，今晚已经4个了，还不够吗？我这是在帮你们清理垃圾。哦，对了，狐狸先生在烂尾的吴小雀。说完，沈峰毫不犹豫地挂断电话，根本不给钟海洋开口的机会。老大，等啥呀？行动吧！走吧。半个小时后，钟海洋等人的车停在了目的地。下车，通知法医吧，我们去楼里看看。此刻，他终于懂了面具男所说的“你的地狱”是什么意思。从开始的柳如絮案到现在，钟海洋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他的自信心快要碎了。城市另外一个角落。给了你机会，你却不重用，你这样的人留着还有什么意义呢？老板，他顾不得疼痛，惊恐地爬起来，上前抱着老虎的大腿。老板，再给我一次机会，就一次，反正狐狸先生已经死了，虽然不是我杀的，但他威胁不到您了，求您给我一次机会。老虎低头，轻蔑地看了楚云一眼，眼神中满是嫌弃。老板，楚云这小子还算有些能力，狐狸先生刚死，
咱们用人的地方多，让他将功赎罪吧。行吧，楚云，记着，这是你最后的机会。我明白，我明白，谢谢老板。说完，他灰头土脸的离开了房间，只剩下老虎一人站在窗前。呵呵，面具男，咱们这就开始了。不过我可不是狼和狐狸那2个宠货，前面一直不出手，是时候不到，现在时候到了。小区监控完善，可一向热爱生活的女友却离奇吊死家中，并且全无封闭，没有一丝挣扎过的迹象。更奇怪的是，前一刻还处于室内的尸体，下一刻却出现在几十公里外的废弃村落。然而，作为案发现场第一个目击者的男友，却不选择报警，反而隐瞒事实，传下去。谁都不准把今天的事情透露出去，否则格杀勿论。时间回溯到10个小时前，楚云自从被老虎羞辱后，整个人都闷闷不乐，整天泡在酒吧。等着吧，我一定会出头的。到时候，所有侮辱过我的人全都要死。面具杀人魔，谁爱查谁查去吧。就在这时，手机铃声突然响起。谁？好久不见，楚云。你是谁？我是来找你复仇的恶鬼。你有病吧？知道我是谁，还敢这么和我说话？你不想活了？我不仅知道你是谁，重要的是我知道你很多事情。楚云，你生于福兴镇，5岁和家人搬到福岛市生活，后来靠着出卖兄弟报上联盟。这些年来，你为老虎做了数不清的坏事，但却始终没有得到过重用。听着电话那头的沉默，沈峰满意的笑了笑。哦，对了，好像就在不久之前，你还干掉了狐狸先生的4个手下，对吗？你到底是谁？你别乱来。我想和你玩一场游戏，一场关于生和死的游戏。你想杀我？你是面具杀人魔。聪明。你想怎么玩？你不需要知道，你只需要知道，很快你就要死了。电话被切断，只剩下楚云坐在空旷的休息室里。他立刻回拨了过去，结果无一例外，全部都是空号。电话打不通的话，就先别打了，赶紧跟我去下一场，咱们吃烧烤去。哎，钟警官，你最近发财了？是我最近收拾家里，把落灰很久的华为 Mate 60 Pro 在转转上卖了3700多，这价格还可以啊。对呀，我还发现转转原来不只收手机，就连主机、显卡这种电脑设备，还有球拍、球杆之类的运动设备都能回收，一键下单就有小哥上门，通通打包带走，特别方便。总之听我的，想快速回收换钱，放心去转转就对了。好了，赶紧吃烧烤去吧，记得多叫几个妹子。此时，沈峰已经开车来到了一处豪华的小区，他要找一个叫刘贤的女人，表面上她是楚云的情人，背地里却是老虎的人。今夜，沈峰要仿造出一桩厉鬼杀人案。喂，亲爱的。距离狐狸先生的死已经过去了半个月，早在1周之前，沈峰就调查到了刘贤，并且利用伪装的身份和这个女人在网上谈起了恋爱。亲爱的，你猜我在哪里？该不会是在我家门口吧？真聪明。几番甜言蜜语之下，沈峰成功把刘贤约了出来。下楼的时候，和一个黑衣男人撞了个满怀。对不起，对不起。很快，两人擦身而过。由于不是第一次做这种事，刘贤早已经清楚小区里每个监控的位置。他刻意避开监控，脚步轻盈地来到小区门外。把今天的监控换了，别让任何人看到，懂吗？刘小姐，这又不是第一次做这种事，你不照做的话，你这份工作就别想要了。还有你那点小秘密，哼。这好吧。刘贤满意的笑了笑，又从包里取出几百块钱给保安。出门后，刘贤拨通沈峰的电话。亲爱的，你在哪里呀？看到右边那辆黑色的商务车了吗？我就在这里。我现在就过来。汽车平稳地行驶在夜色笼罩的道路上，远离城市的喧嚣。亲爱的，咱们这是要去哪里呀？去一个只有我们2个人的地方。随着四周的景色越来越偏僻，刘贤也有些坐不住了。亲爱的，要不我们换个地方吧？刘小姐，你觉得上了车还有机会下车吗？亲爱的，你这是什么意思？从你加入联盟的那一刻，你就没有机会下车了。你说什么？刘贤立刻想要起身逃跑，然而却突然闻到一股奇怪的味道，随即晕倒在地。与此同时，另外一边，楚云带着几个保镖离开了云峰酒吧。突然，怀里的手机传来声响。对啊，怎么把这小蹄子给忘了呢？好老公，你好几天都没来看我了呢。楚云现在需要发泄情绪，而刘贤恰好发了短信过来，简直就是雪中送炭。开车去刘贤那。半个小时后，楚云的车子来到了小区门口，他下意识地抬头往刘贤所在的房间看了一眼。刘贤的卧室里亮着灯，窗帘拉着，隐隐约约可以看到一个曼妙的影子站在窗帘后面。楚先生，你快看，快点去救人！刘贤卧室的门被踢开，然而所有人却都傻了。卧室里空空如也，没有刘贤，没有凶手，甚至就连一点打斗的痕迹都没有，只有一根吊在天花板上的绳子，似乎在等人钻进去。怎这不是闹鬼吧？忽然，楚云的电话响了起来。楚云，我会永远的缠着你，我会永远成为你的噩梦。你是谁？我是复仇的恶鬼楚云，我要找你报仇，讨回一切。你的女人应该在莲花村的废弃仓库里。话音落下，电话随之挂断。足足过了好半晌，楚云才勉强回过神来。莲花村叫人去莲花村。莲花村位于城东，是一座已经完全荒废、无人居住的村落。车刚停稳，10几个黑衣人陆续从车上下来。
来到废弃工厂的大门前，楚云伸手用力推去，门却纹丝未动。应该是从里边插上。楚先生，这里有扇窗子，快破窗！门刚一打开，楚云便冲了进去。映入眼帘的便是刘贤的尸体。就在他满心疑惑的时候，身旁的保镖突然惊恐地叫了一声：“叫什么叫？楚先生，你快看！”楚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只见地上不知何时浮现出一排血手印。把这里处理干净，别留下任何痕迹。随后快步离开废弃仓库，直到回到面包车里，才长出了一口气。不幸中的万幸是，这里早已经荒废数年之久，至少这件事不会被警方知道。处理完这一切，楚云回到家时，时针已经指向了凌晨3点多。下一刻，突然响起的铃声把楚云吓了一大跳。不管你是谁，最好给我一个满意的理由。哈嘛，你到底是人是鬼？对有的人来说我是人，但对你来说我是鬼。你到底想怎么样？楚先生，我劝你最好不要休息，珍惜这一天吧，因为这将是你的最后一天。